修仙界活久见，别人修仙废命，这大哥修仙全靠在宗门里捡破烂。圣女未婚妻砸钱退婚，还被一脚踢去全宗门最晦气的废丹房，眼看10天后就要因为业绩不达标卷铺盖走人，全宗门都在等他闹笑话。结果这小子看着满屋子的废丹毒渣，哈喇子流了一地，卧槽，发财了！反手掏出地摊上捡来的赛博炼宝炉，半夜去后山顺2只宗门养的赤羽鸡，抠出妖丹往炉子里一塞，绝了！别人为了半颗下品丹药在秘境里打得头破血流，这小子搁废丹房里把极品仙丹当糖豆嘎嘎炫，软饭不给我吃是吧？那我就自己把饭锅给端了。观玄界、东域、瑶光圣地，你我缘分已尽，自今日起婚书作废。你若答应，便拿着这袋灵石离开圣地。往后若遇麻烦，看在咱们2家7年的交情上，我可以出手帮你一次。杂役小院内，一名黑袍遮掩身形的清冷女子将储物袋放在我眼前，她容貌绝美，眸若星辰，淡淡的体香让我立马从惊愕中回过神来。什么情况？刚穿越过来，软饭还没吃上就要飞了。我不死心的想挽回一下，犹豫问道：我真的没机会了吗？我如今是圣地圣女，你不过1品灵根天赋，杂役弟子，你我完全2个世界的人。直白一点来说，没有。严暮雪毫不客气地拒绝了。我心下暗叹，还想着轻轻松松躺平长生，看来这伟大的愿景是破灭了。也罢，摸了摸腰间，虽然天赋差，但我有宝贝在手，并非没机会渡劫成仙。那好吧，我答应了，但我不会离开圣地，所以，我还配拥有这些灵石吗？我眼神闪储，不好意思地伸手去拿储物袋，然而严暮雪却眉头一皱，按下我的手。为什么？抓了个空。我无奈道，我也想追寻一下长生大道，这不过分吧？1品灵根，那咋了？严暮雪微微沉默。10天后，杂役考核，排在末尾的人会被淘汰，你过不去的。我愣了，杂役弟子什么时候搞的末位淘汰制？我会向师尊提议的。还有，你我之间的事，我不希望有第3个人知道。若你敢打着我的旗号做什么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多保重。他转身离去，留我一脸懵。为了开除我，特意去搞个淘汰制，还警告我别狐假虎威。我顿时气笑了。好，亏老子前身把你当白月光，给你当舔狗，结果在你心里，老子竟是烂人一个。行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迟早有一天，老子要当着全圣地弟子的面休了你。狠狠关上房门，我咬牙像半身的废丹房。这里专门销毁圣地的废丹，终日受地心火灼烧，这是杂役风最苦最累的差事，高温、恶臭且极其枯燥。开门入殿，火光冲天，热浪扑面，秦凡大腹便便的外门杂役执事孟祥辉走了进来，这人外号8匹老孟，吃拿卡钥匙一绝。我有些意外，孟执事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我这里？上头刚下来的命令，10天后杂役考核，实力最弱的那个要赶出圣地，你小子好好准备准备，争取把倒数第2那货给干掉。孟祥辉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虽然你当初给本执事就送了100两银子，但你放心，本执事不记仇，你知道的，垫底的2个人里，我最看重你了。我心底冷笑，倒数第2那兄弟当初只给了50两，就被扔去和凡人一起挖铁矿，我这100两好歹换了个废丹房。行了，你好好努力吧，我先走了，这地方太热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孟祥辉擦了擦汗，晃悠着离开了。关上店门，我在废丹堆前坐下，旁边焚丹坑里的地心引火阵法不时窜出火舌，常年待在这容易中火毒，除非修炼到筑基期，但我不过是修仙界垫底的1品5行灵根和9品冰灵根的严暮雪一纯地中之地，前脚走，后脚考核就来了。这女人的心一旦狠起来，真是够绝情的，我不禁佩服。当年严家若没我家帮忙，早被灭9族了，哪来如今的富贵？算了，轻叹一声，当务之急是过考核。我运转炼气一层的微弱灵力，从储物袋中唤出一尊巴掌大、锈迹斑斑的青铜香炉，炉盖刻着炼宝2字。我能魂穿全拜这地摊货所赐，昨夜滴血认主后，我便知这是个逆天之宝。启动炼宝炉，我心念一动，脑海中忽地响起一段机械音：炼宝炉启动，能量不足，急需妖丹补充。能量不足，急需妖丹补充。则如此具有现代感的东西，这赛博修仙也是让哥们给玩上了。我咧嘴笑了起来。这炉子能变废为宝，只要放入1枚1级妖丹，就能将1炉1品废丹提纯成好丹。废丹房别的不多，废丹管够，只要妖丹充足，我炼气期的资源就有着落了。妖丹，我眼底直冒绿光。没钱买也没实力去显地猎杀，但我记得灵善堂在后山养了不少1级的赤羽鸡，那玩意儿不受外门弟子待见，与其留着浪费灵气，不如让我帮忙消化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傍晚时分，我摸黑潜入后山，月华如水，仙境般的景色全被我无视，我的眼里只有那一只赤羽鸡。妖丹啊，好多的妖丹，激动的眼泪差点从嘴角流下，忍不了了，今天必须开荤。没有任何犹豫，我猛地扑了上去。炼气一层的修为抓鸡还是手到擒来，左右开弓各提1只，果断扭断脖子，免得乱想。今晚就先弄这2只试一试，等确认了效果，再过来多进点货。我满意的返回废丹房，抠出2颗米粒大小的妖丹，若非能察觉到灵气波动，差点当鸡屎给扔了。先来1炉子培元丹试试水，挑出些炸炉报废的培元丹丢进炼宝炉，放入妖丹。炼宝炉启动，炉子一阵氤氲蒸腾，颤动不已。1刻钟后逐渐平静，我迫不及待的开炉，只见9颗圆滚滚的培元丹正闪烁着耀眼红光，真的成了！我激动的连呼吸都停了，咽了咽唾沫，颤抖着捏起1颗，感受着其中充沛的灵力，确认无疑，真的成丹了！哈哈哈，道爷我成了，道爷我成了！我乐得癫狂，手舞足蹈。没了圣女的软饭，老子一样能修仙长生。兴奋过后，我二话不说将丹药扔进嘴里，修炼，从今天开始，废丹房是我家，谁都赶不走老子，耶稣来了都不行。嘎嘣脆，我盘膝坐下，运转瑶光5行仙诀炼化药力，可没过一会儿，我的脸就黑成了锅底。擦，这灵根也太弱鸡了，这么1颗丹药下去，吸收率才10%左右，难怪一起进来的不少人都炼气2层了，老子还在1层晃悠。不行，
还得继续磕。我愤愤不平的又扔了一颗进嘴里，灵根不够，丹药来凑，我特么不信了，就一个炼气2层还过不去。就这样，靠着2炉子丹药硬磕，我整整修炼了一夜。终于在天光微亮时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从体内传出，我突破了炼气2层。呼，我吐出一口浊气，过程虽曲折，但结果是光明的，总算到了炼气2层。这下杂役考核肯定是稳了，但想追赶严暮雪肯定不够。不过还好，老子丹药管够。咕，我刚起身，肚子突然传出一阵声响，强烈的饥饿感袭来。一晚上没吃东西，去灵善堂转一转吧。刚迈步准备出门，我忽地停住，看向火坑旁的2具赃物，差点把他们忘了。这赤羽鸡的肉可是好东西，可不能浪费了。人人都吃早饭，我吃2份。等吃完了烤鸡，灵善堂那边也不能放过，都是补充灵气的好东西，可不能不去。满嘴流油的吃完烤鸡，我又去灵善堂喝了几碗灵参粥溜凤。白天在废丹房蒙头大睡，天黑后便换上破衣服，蒙着脸摸去后山。第2晚摸清了炼宝炉的底细后，我直接抓了10只鸡。这不是我的极限，而是储物袋的极限。反正地心火毁尸灭迹，谁也查不到。废丹房、后山、灵善堂这种3点1线的生活，我足足过了8天。到了第9天夜里，我已经突破至炼气4层，离5层仅一步之遥。这修为在杂役里拿第一，轻轻松松。但我这辈子就打算死磕废丹房了。正当我换好衣服，准备趁风声紧前再去后山多囤点妖丹时，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，我吓了一跳，慌忙套回杂役服假装修炼。嘎吱，杂役执事孟祥辉迈着4方步走了进来，见我这模样，轻蔑一笑：“我劝你小子别白费力气了，就你这天赋，再怎么修炼也是白费功夫。”我起身招呼：“孟执事，您怎么有空过来我这里？明天不是要考核了吗？受人之托，过来给你送点东西。”孟祥辉将一个钱袋扔在我脚下，这里有50两，拿着它，明天考核你走个过场就行了。我愣了，为什么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孟祥辉一脸疑惑：“你小子整天在废丹房待着，什么时候把内门的真传弟子给得罪了？”真传弟子？我彻底懵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杂役弟子我都没认识几个，我怎么会跟真传弟子扯上关系？那人家为什么要让我警告你？孟祥辉狐疑地看着我，那位师兄亲口和我说的，要么你拿钱走个过场，然后离开圣地，要么他让炼气3层的王大彪明天考核的时候废了你。我急了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名字：严暮雪，是他的意思。可这相当于把关系公之于众，怎么想都不对劲。难不成是去挖矿的张大春？那家伙比我先到炼气1层，8成是怕过不了考核，故意搞事。行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你自己权衡吧。这破地方真不是人待的。孟祥辉擦了擦满头大汗，一脸嫌弃地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内门紫云峰锦衣青山弟子步入飞仙院的亭子。师兄，你嘱咐我的已经办妥了。一袭白衣的贵公子放下灵茶，有劳师弟了。师兄，要我说小师妹这眼光也真够差的，居然能看上一个杂役弟子，还私自跑过去和他会面。幸好被你发现了，这要是被别人看见，传出去，指不定怎么被人笑话咱们圣地呢。白衣公子语气平淡，师妹初入圣地，难免眼界受限，以后会好的。这倒是。锦衣弟子点头，好奇问道：“对了，师兄，你是怎么发现小师妹出去的？”贵公子动作微顿，神情闪过一丝不自然。师尊让我看着她，以免她修炼怠惰。夜深人静，杂役峰后山，老孟的警告丝毫没影响我抓鸡的兴致。风声越紧，越得多弄点。哧溜，我吸了下口水，刚探出草丛，背后呼声寒意，唰，一柄剑架在了我的脖子上。我吓了一跳，我好歹炼气4层了，竟被人悄无声息近了身。别动，偷鸡贼，让姑奶奶抓了个正着吧。我就说这2天赤羽鸡怎么越来越少。转过来，把黑布摘了，让姑奶奶看看，究竟是哪个不要脸的过来偷鸡吃。女人娇喝着，用剑身拍了拍我的脸，我脸色煞白，急忙道：“这位师姐，您可千万别乱来，师弟可就靠着这张脸吃饭了。”呸！他没好气地啐了一口，谁是你这偷鸡贼的师姐？借着月光，我瞧见一张清丽脱俗、透着英气的脸庞。师姐，我不是偷鸡贼，我只是过来拉个屎而已。拉屎？你当我3岁小孩吗？他瞪大眼睛，我真没骗你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看看你脚底下。他俏脸一白，猛地跳开3丈远，低头一看空无一物，顿时怒了：“你敢骗？师姐，我王大彪，不，我王大发，绝对不是偷鸡贼，我只是想还这些赤羽鸡一个自由而已。如果我有半句假话，就让我王大发天打雷劈，告辞了。”脚底抹油，我顺手捞起2只鸡就跑。这后山的逃跑路线没人比我更熟。王大彪，你给我站住！他涨红了脸追来。师姐，小心脚下有屎！我头也不回地喊道。他吓得猛一顿步，随即咬牙切齿：“王大彪，你死定了！还想跑？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这就找孟祥回去，我不相信姑奶奶找不到呢。”绕了一大圈，我这才逃回废丹房，摘下黑布，抹了把冷汗。好险，刚才那好像是灵善堂的白洁师姐，这要是让她抓住，怕不是得把自己皮扒了。这白洁师姐炼气5层，脾气火爆，还是寿元长老看中的记名弟子，绝对是个狠茬。本来还想着抓完鸡之后，暗中把王大彪解决了，但现在这情况，还是等到后半夜再说吧，省得被白洁师姐给发现，坏了计划。换上杂役服，我盘坐在火坑旁，轻车熟路的杀鸡取丹。山下某杂役院内，痛快！来，继续喝！身材魁梧的年轻汉子正与众人推杯换盏。我自然不知道，此时的山下杂役院里，几个喝得脸红扑扑的杂役弟子正对王大彪询问道：“大彪师兄，你今天这么大方，莫不是得了哪位长老看中？”王大彪冷哼一声：“笑话，我就算没有好事，哪天不大方了？”王大彪狠狠瞪了那人一眼。众人起哄灌酒后，王大彪这才满意的点头，得意道：“其实我也不瞒你们，我不是被长老看中了，而是被内门一位真传师兄给看上了。他亲口承诺，只要明天考核的时候看见秦凡，然后废了他，到手就这个数。”众人不解，他得意的笑道：“
50块零食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可是杂役弟子5个月的薪水。有人忍不住问：大彪师兄，你说的秦凡不会是守废丹房那个废物吧？不然呢？王大彪反问：咱们杂役峰还有第2个秦凡吗？众人泛酸，纷纷降价抢活。这好事儿怎么轮不上我呢？就那个废物，谁上不能废了他？大彪师兄，要不然你问问那位真传师兄，加我一个怎么样？我也可以，我40块零食就行，我30，我10。打住！王大彪黑着脸没好气道：就你们的那点修为，真以为谁上都行吗？那位师兄亲口说的，要打废了秦凡，你们能在梦执事反应过来之前做到吗？这可不是个有力气就能干的活，这是个技术活，除了我，你们谁行？见众人质疑，他怒撸起袖子，准备吹嘘自己胳膊上的龙形符文，看看，好好看看，哥们进圣地之前那是专业干。砰！院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，王大彪大怒，举着鸡腿骂道：哪个不开眼的敢踹你大彪爷爷的门？一身青衣，俏脸含煞的白洁走。王大彪见状，不怀好意的笑道：原来是个师妹啊，不知道师妹深夜闯进，放肆！白洁一声怒喝，目光扫过他手里的鸡腿和桌上的骨头，新仇旧恨瞬间爆发，咬牙切齿道：原来真是你王大彪干的，好啊，今天姑奶奶不废了你，我就滚出圣地！神火符，巨大的火球砸下，众人惊骇出声，炼气5层，快闪！杂役们纷纷抱头鼠窜，唯独王大彪吓软了腿，被火球砸得吐血倒飞。白洁冲上前一顿猛踹，骨裂声清晰可闻。偷鸡是吧？你还调戏师姐是吧？师姐饶命！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。师姐饶命啊！王大彪惨叫连连，杂役们冷汗直冒，纷纷找借口开溜。大彪师兄，屋子里还煮着东西呢，我先回去了。大彪师兄，我房子好像塌了，我也回去看看。大彪师兄，我回家撒个尿就先睡了，改天咱们再喝。望着脚底抹油的兄弟们，王大彪气得险些吐血。你们等孟祥辉被叫来时，王大彪已遍体鳞伤，委屈落泪。白洁质问作证的弟子，得知王大彪确实没去过后山。你说什么？他没去过后山？你不会是共犯，所以包庇他吧？没有，您要是不相信，还可以问一下其他人。白洁尴尬地看着王大彪，那这么说来，我真的打错人了。师姐，我冤啊！王大彪痛哭，被哭得心烦。白洁哼道：出言不逊，不是你偷鸡也该打。老孟，这杂役峰没有别的人叫王大彪了吗？王大发呢？白洁转头问道。孟祥辉摸了摸肚子，摇头道：没有了。杂役峰所有弟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尤其这王大彪，当初他进门时候送的是一尊玉座金佛，1尺多高。那这么说来，那个混蛋又骗了我。白洁恨得牙痒痒，转身就走。既然不是杂役峰的，那就是外门36峰的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个偷鸡贼。孟祥辉叹气看向王大彪，你看看你这么不小心，伤得如此之重，明天的考核你还能上吗？王大彪龇牙咧嘴的爬起，没问题，秦凡那个废物，我让他1只手都随便打，而且说不定他明天会直接认输，根本打都不用打。这倒是。孟祥辉点头，行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你这地方太脏，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而此时作为始作俑者的我，正蒙着脸悄悄摸向杂役去，弄一个王大彪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嫌疑，要不然一起弄了。我稍作思索，便借着夜色摸到了灵善堂的灵泉井口。哥们今天就给师兄弟们好好上一课。我将怀里的一点废丹粉摸到进井口，拍了拍手，行了，做完一切，我深藏功与名，果断离去。翌日清晨，杂物阁前白玉广场，200名新晋杂役弟子齐聚，本该是能一辈子留在圣地的铁饭碗，如今却因为某位圣女的一己私心变了天，造孽啊！我长叹一声，也不知是叹自己还是叹别人。伴随3声钟响，孟祥辉与其他执事威严扫视全场，所有弟子听着，依次过来抽签，抽到同一个数字的即为对手。另外，此次考核因要定下排名，所以败者也要继续和败者打下去，直到分出最后1名。规则并不复杂，但事关前途，所有人不得懈怠。孟祥辉一声大喝，灵力震荡，众人心头一颤，这就是8匹老孟的实力，厉害！我嘀咕了一句，我现具炼气5层，只差临门一脚，着实不易。正准备上前抽签时，鼻青脸肿、打着绷带的王大彪带着2个跟班走了过来。小子，一会儿该怎么做？我想你应该清楚了吧？他在我面前依旧一副鼻孔看人的姿态，我一脸惊奇地看着他。大彪师兄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要是没记错，你好像一直在灵药园教大粪吧？什么时候受了这么重的伤？莫非大粪成精打人了？王大彪嘴角狂抽，咬牙切齿道：那特么是灵兽的灵杀，有区别吗？你特么……王大彪脸色涨红，抬手就要教训我，被跟班死死拦住。大彪师兄，冷静一下，广场有规矩，禁止弟子私斗，你千万别被他给激怒了。王大彪强压怒火，面色铁青的警告我，那位师兄的话我希望你好好记着，要不然等一会儿咱们对上，我非让你跪地求饶不可。我们走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撇了撇嘴，跪地求饶？还不知道等会儿谁跪地求饶呢。77，抽签结束，我的号码比较靠后，好在广场宽敞，只等第1轮结束就轮到我了。大道混元钟敲响，40名杂役弟子开打，砰砰砰，拳脚相向，火光四溅，大家都为了前10的奖励施展浑身解数。起初我还看得津津有味，但很快发现不对劲，法术呢？灵符呢？对不啊？玩毛线体术，这是瑶光圣地，不是瑶坎吧？就在我心下无语时，孟祥辉缓步过来，考虑好了吗？我叹气点头，考虑好了，走个过场就打算走人，毕竟小命最重要。不错，孟祥辉欣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是个聪明人，以后在俗世遇到麻烦了，可以回圣地找我。有时间我一定帮你。有时间，8匹老孟画饼都这么抠搜。第1轮很快结束，败者唉声叹气，但绝望的没几个，因为都知道有我垫底。第2轮准备，有执事大喊，孟祥辉拍拍我，到你了，上去就认输吧，速战速决，到时候我去你那里陪你喝2杯，给你践行。不过我最近手头紧，你先给酒钱垫上，
等宽裕了我再还你。我大步来到77号场地，对手果然是王大彪。抽签有内幕，不新鲜。来了来了！王大彪对秦凡，你们说这废物能撑多久？我猜1招秒。周围杂役幸灾乐祸，小子不认输吗？王大彪狞笑，摩拳擦掌。我算算时间，药效该发作了。出于谨慎，望向做裁判的孟祥辉，不好意思道，我自进圣地以来，还从未跟人交过手，实在是有些遗憾。要不然我先切磋一下再认输，这个要求应该不算过分吧？孟祥辉无语，你要挨揍没人拦着你。了解。我郑重点头，转身对王大彪拱手，大彪师兄，承让了。承让你妈啊，承让！你特么赶紧！王大彪话未说完，肚子里忽地响起咕噜声，他脸色瞬间大变，本能的夹紧双腿，双眼通红。操！你特么再不认输，信不信老子啊打！我没理他，一拳打过去，找死！王大彪勃然大怒，灵力涌动回击，噗！恰在此时，一个没憋住，他整个人石化。砰！我压制境界的一拳结结实实打在他脸上，他倒飞出去，下边的玛莎拉也划出一道完美弧线。卧槽！爆装备了！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。秦凡一拳给王大彪打出翔了，开他妈什么玩笑！嘶！看得我肚子都不舒服了。紧接着，正在交手的其他人也惨了，噗噗噗！连绵不绝的声响响起，一个个脸全绿了。我认输，我也认输，我先认输。王大彪一个人丢脸就够了，大家可不想陪着。转眼间，广场跑了7、8成，我也认输。王大彪涨红着脸，提着裤子狂奔下山，连银子和真传弟子都抛到了脑后。我怔了怔，转头问孟祥辉：“我这么厉害吗？”孟祥辉捏着鼻子红脸骂道：“特娘的，你真走了狗屎运，肯定是灵善堂的饭菜出了问题。擦，真特娘的臭，懒得和你废话。你要是识相的，就赶紧自己走人吧。那位真传弟子不可能就此罢手的。”我愣了，为啥？这下子张大春应该不会垫底了吧？和张大春有个毛的关系？靠，忍不了了，你自己权衡吧。这地方特娘的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有严重洁癖的老孟再也忍不住，御风逃离了广场。我也懵了，不是张大春找我麻烦，早知如此，我还下什么药？直接干王大彪一顿就是了。鉴于众弟子身体抱恙，考核明早继续，执事紧急宣布延期。杂役风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，好在被执事们压下，这都与我无关，因为计划有变，我准备明天夺冠。考核第一我要了，谁也抢不走。黄昏，内门紫云峰飞仙院，师兄，杂役峰那面出了点小意外。张潇走入亭子，江青都闭目道：“出了什么意外？”原因我说了，恐怕会脏了师兄的耳朵。不过师兄放心，那个小杂役明天肯定会离开圣地。江青都皱眉，冷声道：“我不希望再有意外发生。机会，无论是谁，我通常都只给1到2次。你出去吧。”是，师兄，我知道了。张潇郑重点头。翌日清晨，杂物广场，经过云雨树冲洗和大量紫铜香炉熏檀香，广场终于恢复了气派。杂役弟子们见面都有些尴尬。孟祥辉一扫人群，目光停留在我身上，眉头紧锁。这小子居然还没走。身旁的执事轻蔑一笑：“这小子我看是活腻了，居然敢把真传弟子的威胁当耳旁风。”孟祥辉收回视线，不着痕迹地瞥向陈恒。新入门的年轻弟子嘛，见识浅薄，可以理解。陈恒是炼气3层，夺冠热门，显然是老孟选中的接替者。我注意到老孟的动向，望见陈恒后心下了然，看来这次的对手是他了。废品水火双灵根，超能力玩家。昨日圣者组过来抽签，执事朗声，100多名弟子相继上前。败者组的王大彪看得咬牙切齿，其余人也极度的牙痒痒。妈的，居然让这个废物捡了漏！不是有人下药，就凭他也能赢。我要是王大彪，认了拉一裤兜子也要干死他！拉你妈！谁特么造劳资谣？劳资没拉！王大彪狠狠瞪眼，众人噤声。21，我抽完签，看见陈恒正一脸嘲讽地看着我，我微微沉默，缓缓对他竖了个中指。陈恒一愣，皱眉不解。孟祥辉冷着脸走来，你小子居然还不离开圣地，莫非是活腻了不成？孟执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装傻！孟祥辉面色一沉，秦凡，别说我没提醒过你。圣地内虽说禁止弟子生死相斗，但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，你若是出了事，可没有人会为你出头。好有道理。我咂了咂嘴，多谢孟执事提醒。不过我相信圣地内还是有公道存在的。孟祥辉嘴角抽搐，修仙界谈公道。他无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孩子，圣地真不适合你，还是回家找你娘亲吃奶去吧。当钟声响起，该集合了。你这次应该会认输吧？反正你已经不是垫底了。孟祥辉挑了挑眉，问了一句。我咧嘴一笑，这个我还是想先切磋一下，万一运气好又赢了呢？孟祥辉气笑了，你小子几个菜喝成这样，还有赢？你赢一个我看看。你赢了以后，我给你这个数。他伸出2根手指，我神色动容，200两，不是2两。你人还怪大方的嘞。21号，有执事大声提醒，21号再不入场，将判弃权认输了。众弟子纷纷望向21号场地，陈恒正抱胸而立，气定神闲。原来是陈恒，我说对手怎么一直不出现？8成是弃权认输了。要是换了我，我也肯定认输。大家议论纷纷。就在此时，我平静地走到陈恒对面，众人愕然，对手是秦凡，还不弃权？碰瓷讹人来了。陈恒也闪过一丝诧异，你竟然真的敢上场？为什么不敢？你很厉害吗？我淡淡道。陈恒面色一滞，气急反笑，你有种！今天我若不废了你，老子跟你姓！呼！他掌心窜出一团火球术，旁观的王大彪冷笑，众人也投来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。去死吧！陈恒冷哼一声，将火球打出，带着炙热气浪扑面而来，眼底尽是轻蔑。可下一刻，轰！一团烈日般的火球自我掌心浮现，霸道的温度让所有人瞪大了眼睛。我尼玛，拉屎拉出幻觉了！唰，2团火球轰然相撞，大火球宛若黑洞吞噬小火球，去势不减地冲向陈恒。砰的一声，陈恒被火焰吞噬，不得吐出鲜血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。嘶！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秦凡何时这么生猛了？炼气4层。
这境界已足够晋升外门，难道他是个仙二代，一直低调行事？孟祥辉和王大彪也懵了，这特么是秦凡被夺舍了吧？噗！陈恒落地又吐鲜血，脸黑如锅底，物理上的黑，须发衣襟全烧糊了，惨不忍睹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无法接受堂堂杂役顶尖人物败给吊车尾，肯定是早上吃菌子中毒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到威力这么大，不过境界压制加上他没防备，倒也正常。我淡淡一笑，轻轻叹息，昨日一拳击败王大彪师兄，今日又一招将陈师兄打倒在地。偌大的杂役峰，竟无人是我一合之敌吗？如此无趣的比试，当真是寂寞如雪啊！尼玛，逼都让你装完了。众弟子恨得牙根直痒，可偏偏无人反驳。毕竟炼气4层去了外门，留在杂役峰的确实没人打得过我。就这样，在众人仇恨的目光中，我一路虐菜，毫无悬念拿下第一。孟祥辉亲自颁奖，30块下品灵石，1瓶培元丹，1支中阶法器青玉符笔，以及打赌的2两银子。众人眼红不已，凭啥这废物能当黑马？孟祥辉似笑非笑，你小子藏的可真够深的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隐瞒了背景？其实你不是个普通商贾的儿子，而是和陈恒一样，乃是王侯权贵子弟。我愣了愣，轻叹一声，事到如今，再隐瞒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错，家父正是秦二河。孟祥辉一怔，疑惑道：秦二河很有名吗？家父隐世多年，一向低调，有关他的事，我却是不能告知外人，还请孟执事见谅。我面露歉疚。孟祥辉狐疑，但看我这般不惧真传弟子，或许我爹真是隐世散修。孟执事，你可知要找我麻烦的那位真传师兄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忽地低声问道。孟祥辉看了看左右，是张潇，那可是一位金丹初期的大修士。张潇，我暗自记下。有了法子，考核结束，我回到废丹房，夺冠消息轰动杂役峰，大家猜测我必是得了某种机缘。入夜，我盘点存货，培元丹还剩40炉，妖丹10枚，总共50炉，最多仅够修炼12天，太少了。既然后山抓鸡抓不了，那就去云谷方士走一趟。有了丹药，也不怕没妖丹用。丹药买妖丹，妖丹变丹药，玩的就是个可持续发展。不过在出发前，得先炼制点好东西。要想应付真传弟子，可就全靠这菩提丹了。修仙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在圣地内把酒敬明白，还怕一个真传弟子？内门苍云峰，山巅灵池旁，张潇如神明般盘膝而坐，3口紫青灵剑伴着银雷盘旋，一团火焰流光落下，化作赤玉传音符。张潇捏碎玉符，孟祥辉的声音传出，讲述了关于我的事。他微微沉默，旋即怒极反笑，长身而起。一个小小炼气蝼蚁，我还不信就捏不死他了。东来峰后山，云谷方士，这里是圣地内唯一的修士交易方式。实控人据说和圣主有亲戚关系，一想到卖丹药要交租金，我心痛不已。方士极大，地摊铺子应有尽有，法宝秘籍，丹药灵草便宜卖了。灵酒，100年灵谷酿造的灵酒。这位师兄，要不要来照顾一下师妹的生意？明码标价的外门师姐差点让我到心不稳。这先得修啊，因为囊中羞涩，我赶往管理中心，交了10两银子拿到摆摊许可证，所以找了个灵符店铺前的空位，将5瓶培元丹摆了上去。我又弄了块牌子，写上1瓶培元丹换20枚1级妖丹，行情我多少了解些，1粒培元丹100两银子，1级妖丹50两，正常1瓶9粒换10几枚妖丹。我这价稍贵，但品质摆在这。想了想，我又添上一句：此培元丹乃大师出品，1粒顶2粒。路过的弟子面露诧异，1粒顶2粒，真的假的？一个黑脸弟子疑惑道：自然是真的。我轻轻一笑，我观这位师兄面如冠玉，身具贵气，自是识货之人。你若不信，打开一看便知。黑脸弟子挠头羞涩，不用打开了，你一看就是个诚实的人，给我来1瓶吧。我竖起大拇指奉上丹药，师兄果有仙人之姿，师弟祝师兄他日必定羽化飞升。那就借师弟吉言了，情绪价值拉满，交易愉快完成。这位师弟，我可否将丹瓶打开来看一眼？一位相貌老成的弟子走来，自然可以。瓶口一开，芬芳灵气飘出，周围惊叹声一片，竟真是极品培元丹。师弟，这些培元丹我都要了。老成弟子一口气拿出80枚1级妖丹，我微微诧异，炼气11层还耍小怪，够稳的。一会儿功夫丹药售罄，没买到的弟子忍不住问：师弟，你这种品质的培元丹还有吗？没了，不过我这里还有品质极高的1品菩提丹，师兄想要吗？菩提丹，众人皆惊，那可是提升修炼速度、进入顿悟状态的真品，甚至有价无市。老成弟子尴尬道：师弟，这菩提丹我自然想要，只不过师兄囊中羞涩啊，这不碍事。我笑了笑，朗声道：诸位师兄们，有哪位能帮师弟引荐一位内门金丹后期的真传师兄？师弟将赠5瓶1品菩提丹。5瓶，整条街的目光被吸引，但这条件太苛刻，无人应答。正当我皱眉时，一个黄裙女子拨开人群：师弟，你此话当真？当真，比金子还真。师姐可认识金丹后期的师兄？师兄不认识，但我认识一位师姐，绿竹峰的云燕师姐。师姐更好。我打开1瓶菩提丹，药香四溢。这位师姐，只要你帮我引荐，这5瓶菩提丹过后全是你的。黄裙女子呼吸急促：师弟，你可能等我1个月，1个月后云师姐外出归来，到时候我一定介绍她给你认识。1个月，时间虽久，但躲在废丹房里，那张潇也奈何不了我。我点头答应。好，那咱们就1个月之后，再在此时此地见面。午后我匆匆赶回废丹房，因为察觉到被人盯上了，一上午换了400枚妖丹，足够修炼几个月。如今阔绰了，我自然要提速。培元丹搭配菩提、辟谷、凝神、养体、洗髓、化灵丹，主打一个全方位吸收。圣地庞大的底蕴具象化了，全圣地的废丹养我一人。在这种疯狂进补下，我的境界不可思议地蹿升着。1月后凌晨时分，废丹房外暗处，炼气10层的陈伯启带着2个炼气8层的跟班杨伟和张不举，正鬼鬼祟祟盯着店门。师兄，你确定那小子今天会出来吗？肯定的，我亲耳听见的。他
他和人约好了1个月后要去见内门的云师姐。陈伯启递过恶鬼面具，把这个戴上，等他下山了，就找个地方堵住他，让他把身上丹药都交出来。杨伟自信戴上面具，你放心，就一个炼气4层的小垃圾，我俩肯定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嘎吱吱，店门推开，暖阳下，我面带微笑缓步走出。陈伯启愣了愣，觉得这秦凡怎么变帅了？今天的风甚是喧嚣啊！闭关1个月，靠着丹药组合技，我硬生生突破到炼气12层大圆满。但想筑基必须得有筑基丹和2阶妖丹，一枚筑基初期的妖丹约200石，算下来要花10颗菩提丹。这次我不打算摆摊，直接去店铺换更稳妥。只是刚走到半山腰，前方冒出2个戴恶鬼面具的身影，2人炼气8层修为，正抱着胳膊冷哼。俩外门弟子打扮成这样是啥意思？唱大戏？我古怪地问2位师兄，你们这是打劫？较胖的杨伟冷声威胁，把身上的丹药都交出来，要不然别怪咱们兄弟以大欺小。打劫？我乐了，2位师兄确定要打劫我这个杂役弟子？废话，不打劫你，我俩还能是过来给你唱戏不成？有意思。我拍了拍腰间，储物袋就在这里，2位师兄若有本事，便自己来拿吧。杨伟和张不举愣了，师兄，这小子好像没拿咱俩当回事啊。张不举面色怪异道。杨伟怒极反笑，好小子，我看你是真活腻了。唰，他抽出一柄漆黑短棍，今天老子若不好好教训你，我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杨伟灵力涌动，瞬间冲向我，手中短棍挥动，虎虎生风。我身前忽地浮现一层气魔，短棍如现泥潭，丝毫不得寸进。杨伟懵了，这位师兄，你的实力貌似远不如我。我嘲讽一笑，大袖一挥，灵力宛若水波掠出，砰的一声，杨伟被磅礴气劲打得倒飞出去。张不举满脸不可思议，陈师兄不是说这小子只有炼气4层吗？怎么变成炼气12层大圆满了？嘎吱，林子里，陈伯启大惊失色，踩断了枯枝。他脑子比那2人还猛，修仙界管炼气大圆满叫炼气4层，还有人？我神情微动，看向林子，陈伯启冷汗直冒，下意识后退。既然来了，何必急着走？我淡淡道。陈伯启脸色骤变，无奈走出。这位师弟，我若说我是路过此地，你会相信吗？你猜我信不信？师弟天赋过人，我猜你一定会信。我双眼微眯，这位师兄，你肯老老实实的出来，师弟很高兴。但你说这话显然是在侮辱师弟的智商，师弟有点不太喜欢。扑通，陈伯启当场跪下，欲哭无泪。师弟，刚才师兄一时糊涂，师兄给你跪下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放了师兄这一把吧。我摇了摇头，那可不行，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不是把师弟这里当茅厕了吗？那师弟你想怎么样？简单，现在你我角色互换，我是打劫的，你是被打劫的，你自己看着办便是。陈伯启忍痛扔过储物袋，这里面是师兄的全部身家，师弟你收下吧。师兄是个爽快人。我转头看向另外2人，张不举和杨伟吓得一激灵，果断奉上储物袋，这是我的，请师弟笑纳。我笑了，3位师兄，这不是我强迫你们的吧？3人连连摇头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那你们应该不会事后举报我吧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我点了点头，看在3位师兄如此诚恳的份上，那此事便就此结果。不过有关我的事，还望3位师兄莫要多说，否则的话，轰！我挥手崩碎3人的面具，淡淡提醒师弟，可能便要3位师兄给一个交代了。3人吓出冷汗，连连称是，如释重负般逃离杂役峰。我冷笑一声，清点战利品，几百颗下品灵石，几十瓶培元丹，3件法器及10几张灵符，对普通外门弟子来说不少，但对这3个惯犯肯定不是全部。可惜了，这也就是在圣地之内，要是在圣地之外，今日非给他3人来个杀人夺宝不可。我遗憾摇头，大步下山。我现在已能御风，但为了继续苟在废丹房，绝不能招摇。修仙是为了长生，从不装逼。东来风后山，云谷方士。我径直进了一家典当铺，询问丹药换妖丹的事。好消息是筑基初期妖丹有不少，坏消息是3颗菩提丹换1枚。真黑啊！这钱让你们赚的，跟特么抢一样。我暗骂奸商，但妖丹是刚需，只能乖乖掏出30颗菩提丹换了10枚妖丹。为求稳妥，我又花20块灵石买了门烂大街的引气诀。修炼后唯有化神大修士才能看穿真实境界，实属老六必备。离开当铺，我边走边学，很快掌握了引气诀。这阵子菩提丹吃得多，领悟力也变强了。隐匿好灵力后，我回到了摆摊处。黄群师姐已等候多时，让师姐久等了。我上前道：不算久，我也是刚来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师弟名讳呢。她笑容明媚，我叫秦凡，师姐呢？我叫云容，我和云燕师姐是一个家族的，不过她是嫡系，我是旁系，但算起来，我还是要叫她一声堂姐。难怪外门弟子能认识金丹后期的真传。秦师弟，云燕师姐在绿竹峰正等着咱们，她忙得很，你我还是尽快过去吧。好，有劳师姐带路了。出方室后，云容取出一片绿叶，化作一艘清风舟。她显露出炼气12层修为，这也是她急需菩提丹的原因。秦师弟，你也上来吧。我踏上灵舟，空间逼仄，2人仅1拳之隔。云容俏脸微红，师弟，你能往后站一站吗？我回头看了看，师姐，我好像没办法再动了，要不然你往前面一些。云容面露难色，只好无奈作罢。反正我是个炼气4层，谅我也不敢有非分之想。你站稳了。云容施法，清风舟化作绿色盾光飞向绿竹峰。云端之上，群山万壑拔地而起，仙瀑奔涌，灵禽长鸣，尽显修仙圣地气派。我心潮澎湃，唯有修仙长生，方能得大自在。大逍遥，绿竹峰，泛海小筑，这里灵气浓郁成雾。我们刚落地，院内便传出轻柔的嗓音：禁制已解，你2人推门进来便是。知道了，姐姐。云容灿烂一笑，转头提醒我：姐姐人很好，但你别乱说话，免得进去吃苦头。师弟明白，多谢云容师姐提醒。我点头应下。是呀，
云龙推开院门，带我走进泛海小筑。院内奇花异草芬芳扑鼻，红礼池边，一位白裙女子盘坐在紫藤架下吞吐灵物，正是金丹后期大修士真传弟子云燕。她容貌绝美，我忍不住暗赞：修仙可真养人啊！虽说她与云龙是堂姐妹，但两人年岁差了得有几十。姐姐，她就是要见你的那个杂役弟子，他叫秦凡。云龙上前亲昵地挽住云燕，云燕睁开美眸，青光闪过，我身躯一僵，神识扫过，我仿佛赤裸般无所遁形。这位秦师弟，你找我不知是有什么事？他声音轻柔好听，我恭敬施礼，见过云燕师姐。云师姐，师弟此来是想和师姐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云燕面露疑惑。一个小杂役敢和金丹修士做交易？我手上有一颗4品结阴丹，只要师姐能帮师弟一个忙，此丹药师弟当双手奉上。云燕目光一凝，云容也吓了一跳。4品结阴丹有价无市，哪怕是真传弟子冲击元婴，圣地也最多给1-2颗。它主料培因果极珍贵，连一些5-6品丹药都比不上。秦师弟，这4品结阴丹圣地内都不算多，你是哪里得来的？云燕紧盯着我，我笑了笑，此丹是我祖辈传下来的。云燕心下微动，莫非他有背景？那不知师弟要做何交易？实不相瞒，师弟得罪了一位真传师兄，那位师兄名叫张潇，但倒霉的是，师弟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位张师兄，所以师弟想请师姐出面，让这位师兄与师弟见一面，好好聊一聊。云燕微微沉吟，真传弟子之中叫做张潇的，只有那位苍云峰的张师弟。如果是张潇，若真有结阴丹，别说出面调解，教训他一顿都行。秦师弟，我能先看一眼那结阴丹吗？自然可以，只不过还需云燕师姐拿出一枚元婴初期的妖丹。我摸了摸鼻子，不太好意思道：元婴初期的妖丹。云燕蹙眉，秦师弟你要此物做什么？师弟需要用它来救一个人，具体的还请恕师弟不能告知。我自然不能说炼宝炉的事，只能扯谎。金丹后期攒贡献值换个元婴妖丹不难，除非他是个代善人。沉吟片刻，云燕也不怕我黑他的妖丹，点头道：好，我答应你。他取出一枚湛蓝色妖丹，灵光内敛，水灵气翻腾。妖丹用途多，但为了结阴丹，他毫不吝啬。我强压着火热，双手接过，躬身道：请云燕师姐稍等，结阴丹师弟放在废丹房了，这便回去将其取过来。好，那我便在此等你。云容，你送秦师弟回去取丹吧。是，姐姐。回到废丹房，我让云容在外等候，取出炼宝炉和9颗结阴丹废丹。4品以上的废丹不多，但每一颗都价值连城。发了，这下发了。9颗结阴丹送出去1颗，还剩8颗，这简直是泼天的富贵啊！我激动地将妖丹和废丹投入炼宝炉，有了这些，我修炼速度绝对能起飞。出了废丹房，我大方地结了尾款。云容师姐，这是你的5瓶菩提丹，这次多谢你了。小事一桩，秦师弟，以后还有要帮忙的地方，你尽管来九霄峰找我。云容笑的眼睛眯成月牙，在他眼里，我这财神爷绝对大有背景。苍云峰，关云院，张潇坐在庭中，阴沉着脸饮酒，猛地将酒杯捏碎。1个月了，秦凡这个蝼蚁竟然躲在废丹房整整1个月，他究竟要做什么？这1个月他连江青兜的院门都不敢登，结丹前后都活得窝囊，这丹岂不是白结了？一只白鹤飞落院中，叼着一封灵鹤传信。张潇心头一颤，难道是江师兄？拆开信封，只有一句话：请张潇师弟前来绿竹峰一见。云燕书，云燕，金丹后期的大师姐找他作甚？难不成是一起组队做任务？泛海小筑内，秦师弟，你尝尝师姐酿的竹仙醉，此酒乃是千年岩竹的竹粒酿造，饮上一杯，可抵你数月之功。云燕袖手添酒，酒香沁人，多谢师姐。我一饮而尽，好酒是好酒，灵气也足，可尴尬的是，我1瓶5行灵根，这一口相当于1颗1品培元丹，对我没啥大用，唯有2品培元丹才管用。云容见我饮酒后没反应，愣了愣，秦师弟，你没觉得体内灵力有所提升吗？我尴尬道，实不相瞒，其实师弟乃是1瓶5行灵根，所以这酒只喝1口的话，的确没啥太大效果。两人错愕，1瓶5行灵根，家世再好也难有成就啊。云燕顿时觉得媚眼抛给了瞎子，态度骤变。既然秦师弟喝了没效果，云容，这酒便你来喝了吧。他将酒推给云容，起身走回紫藤架下盘坐。云容欣喜道：多谢姐姐，那妹妹便不客气了。好现实的女人。就在我郁闷时，院外传来清朗的嗓音：师弟张潇应师姐之请，特前来拜访云燕师姐。来了。我精神一振，望向院外，师弟进来便是。院外禁制已被我解去了。云燕柔声应答。张潇推门而入，一身青衫，金丹修士年纪都不小，看着年轻，说不定已是100岁老人。他一眼看见我这个杂役，不由错愕。师妹见过张潇师兄。云容恭敬施礼，我也缓缓起身拱手。师弟秦凡见过张潇师兄。秦凡。张潇面色大变，这小子怎么在云燕这里？孟祥辉不是说他没背景吗？张师弟。云燕淡淡开口，我听说张师弟和秦师弟有些恩怨，却不知这位秦师弟哪里得罪了你。张潇瞳孔一缩，云燕竟真的要为秦凡出头，他瞬间冒出冷汗。云燕可是只比江青都差一个小境界的狠角色，若真由云燕为了我教训张潇，江青都肯定不好偏袒，张潇大概率只能吃个哑巴亏。张师兄，师弟不知何时得罪了师兄，还请师兄能告知一二。我拱手发问，不明不白得罪个真传弟子，我实在摸不着头脑。张潇神色阴晴不定，要是换作寻常内门弟子帮我出头，他早翻脸了，但在云燕面前，他只能认怂。沉默片刻，他问：秦师弟可与严慕雪严师妹认识？严慕雪。云燕和云容神色微动，那可是圣主钦定的未来圣女，一个小杂役怎会和她相熟？我也愣了，居然真是因为严慕雪，她不是不想让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吗？我皱眉问道：张师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认识如何？不认识又如何？你若认识，那我劝你趁早离开她为好，若不然，我全明白了。
不由得扶额苦笑，无奈地走到张潇面前，一把握住他的手，情真意切道：“妹夫，你误会了，我和暮雪只是兄妹关系而已，她只是我的妹妹，干妹妹。事实远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”妹夫，张潇瞪大双眼，一把抽出手，惊恐的连连摆手：“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可别造我谣啊！我告诉你，云燕和云容也懵了，圣女是秦凡的义妹，若有这层关系，秦凡为何还在废丹坊？为了避嫌，还是嫌弃她天赋太差？”一时间，姐妹俩看我的目光多了些许同情。不是，我微微一怔，那张师兄你刚才那话的意思？张潇揉着太阳穴头疼道：“此事若真如你所说，那这可能就是一场误会，闹了半天是个乌龙。我若有所思，张潇如此惧怕妹夫这个称呼，肯定还有更厉害的人把我当成了情敌。哎，我内心轻叹，软饭没吃成，还惹一身骚，难道真是红颜祸水？花了不小的代价解决误会。”回到废丹坊已是傍晚，云容送我回来，态度依然和善，临走前还送了我一枚传音玉符。我过些日子便要准备筑基了，筑基之后便会进入内门，到时你若有事，可用传音玉符联系我。以后你在外门就有我这个师姐罩着你。他拍着胸脯，笑得双眼弯弯。我心下微暖，收下玉符。在残酷的修仙界能碰上这般好人，属实不易。呼，目送云容化作遁光离去，我转身回房，准备炼制筑基丹闭关。可刚要拿出炼宝炉，孟祥挥舞着鼻子，大腹便便地走了进来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参加外门考核？我一愣，不参加不行吗？我觉得以我的实力，可能过不了考核那关。老孟无语了，外门考核到了炼气4层，有脚就能过，你怎么能过不了？你这人可真够奇怪的，不入外门踏实修仙，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，非要在杂役峰做个杂役弟子，守着这又脏又破的废丹房，你咋想的？这个我其实是打算等突破到炼气后期再去外门的，省得去了外门受人欺负。老孟哑然摇头，扔给我一块刻着外门候选的紫铜令牌。啥意思？我一脸懵。新定下来的规矩，圣地内所有杂役弟子，凡是到了炼气4层的，和外门弟子一样，每3个月便要外出完成一件任务，完成了的无奖无罚，可赚取贡献值，但若是完不成的，就得去矿场做工1年。这破规矩针对性太强了。严暮雪，你可真狠，这是要逼我出圣地套我麻袋啊！兄弟，听哥哥一句劝，能去外门还是尽量去外门吧。到了外门，你能领更多的灵石灵丹，实力肯定比现在提升得快，到时候出去做任务也更轻松一些。老孟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。我沉默片刻，摇头道：“我还是再等等吧，随你吧。另外再给你个建议，你要是觉得任务一个人做不来，可以在任务阁找其他弟子组队。你要是不知道找谁，我可以帮你牵线搭桥。至于银子嘛，我就不要了。”我微微动容，这势利眼老孟还是有人情味的。多给零食吧。谢字还没出口，我险些被口水呛死。尼玛，扒皮老孟，真不愧是你。行了，我走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这个破地方可真不是人待的地儿。老孟捂着鼻子嫌弃的走了。物是人非，老孟，只有你还是你啊。内门羽化峰，后山悬空楼阁，门缓缓推开，一身圣洁白裙的严暮雪步步生霜的走了出来，气质清冷如谪仙。姐姐，你筑基成功了。她的亲妹妹严慕灵跑了过来。成功了。严暮雪收敛含义轻笑，3天便筑基成功，姐姐你真厉害。慕灵满眼崇拜，以你的天赋，想来也不会用太多时间。严暮雪走到亭中倒茶，你来找我。可是秦凡已经离开圣地了。没有。穆灵无奈摇头，外门候选的令牌给他之后，他先在废丹房里待了几天，之后又跑到云谷方氏租了个修炼室，一待就又是10来天。一个9品废物灵根，也不知道整天修炼个什么劲。方氏的修炼室价格不菲，他哪来的灵石租用这么久？这还用说，肯定又是暗地里打着姐姐你的旗号，不知道从哪又骗了一堆好处呗。他要是不这么做，他凭什么能突破炼气4层？就他那个天赋，闷头修炼100年也别想有什么进展。严暮雪面色微沉，没想到秦凡品行如此卑劣。姐姐，要不然还是我去教训他一顿吧，这么拐弯抹角的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，我实在是不想等了。严暮雪摇头道：“此事不可为，师尊和几位长老知晓我和秦凡的事，我若不念旧情，对秦凡做得太过分，我在他们心中的印象肯定会大打折扣，未来对我掌控圣地必然会有不利之处。毕竟我不同寻常真传弟子，身为圣女，是要心怀整个圣地，还是再等等吧，等秦凡完不成圣地任务再说。可若他完成了呢？”严暮雪轻瞥了妹妹一眼：“有你在后面跟着，你觉得可能吗？”这倒是。云谷方是凌霄阁，一阶巨灵修炼室。呼，浓郁的灵气将我包裹。一品5行灵根修炼极慢，需要平衡5行灵气，加之炼化效率低，付出的努力要比天灵根多数倍。但这10几天，我磕了40多颗筑基丹，虽还未成功，但也绝不罢手。我要成仙，我要长生。再来，气海灵力一再压缩，可依然没有液化的趋势。我不信邪了，既然40颗筑基丹不够，那就再磕40颗，不就是丹药吗？道爷什么都缺，就不缺丹药。闭关继续，不知外界过去了多久。就在精神力快到极限时，气海丹田忽地传来一声轻响，滴答，犹如天籁，灵力终于液化了。继续，万事开头难，有了第一滴，只要筑基丹跟上，筑基这一关便再无阻碍。1月过去，包裹着我的5色灵茧轰然崩碎，化作漫天光彩。呼，我长出一口气，迅速收敛气势。历经1个多月的闭关，我终于突破到了筑基初期，如今已能参加考核，成为内门弟子。但我依旧没这打算，这废丹房，我死也要死在里面，火花都得用地心火。
整整60颗的筑基丹，这垃圾天赋也真是没谁了。看着手边一堆空瓶，我颇为无语。一瓶5行灵根实在坑爹，若非有圣地的底蕴和炼宝炉，哪个修仙门派供得起这般海量消耗？进来之前，我交了1个半月的租金，一共4000多下品灵石。既然到现在还没人来叫我出去，显然时间还没到。不过既然已经筑基成功了，也就没必要再待下去了，还是出去算账吧。虽然不缺灵石，可也不能这么浪费，不是？收拾好东西，来到一层柜台，中年管事面露惊愕：“你突破了？”我愣了一下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明明用隐气诀隐藏了境界。管事轻笑：“小兄弟，你没照镜子吗？你现在的相貌可比先前变得更加好看了。”我恍然，原来自己又变帅了。筑基洗髓伐精，换副相貌也不奇怪。看小兄弟模样，突破炼气5层可不至于如此。想必小兄弟进来之前隐藏了境界。管事似笑非笑，我轻轻一笑：“没有，我只是服用了美颜丹药而已。”10个月余，我回到心爱的废丹房，难掩激动。筑基成功，寿达200岁。从今日起，道爷我终于算得上踏入仙途了。筑基后虽脱胎换骨，但我不入内门，便领不到神通法术和上品法器。现阶段实力定然吃亏。好在有超能力可以去方氏购买，加上我灵力深厚，同阶之内肯定不弱。但云谷方氏不能再去了，免得花重金买法器被人当韭菜割。算算时间，也该去做任务了。正好趁着这个外出的机会，去虚国走一趟。虚国的修仙方式可比云谷方式大多了，那里也没人能认出自己，查到自己来历，相对来说比圣地要安全不少。出发前，我用先前换来的妖丹炼了50炉2品培元丹，留作日常备用。3天后，和老孟打过招呼，我来到了外门地元峰的任务阁。殿内青光闪烁，墙壁与石柱上的任务滚动更新。我躲在人群外，用筑基神石扫榜筛选。虚国，既然要去虚国，那就找圣地管辖之类的，靠近虚国京城的，还要不可重复接取的，以免和圣地同门碰上。很快，我锁定了目标。圣地发布：虚国京城桃源县有4级妖兽血尾狼出没，将其斩杀。取得完整妖丹，可得40点贡献值，限期1月之内，不可重复接取。就它了，性价比极低，但出门买装备才是正经事。我向执事出示外门候选令牌：这位师兄，我要接任务，去虚国京城杀血尾狼的任务。执事诧异：外门候选？这位师弟，你还没进外门？还没，打算再等等。他面露古怪，查验令牌后问：师弟怎么称呼？秦凡。好，我这里记下了。1月后你若没能上交妖丹，便算你任务失败，任务将重新发布。我知道了。1月清晨，我离开圣地，为隐秘修为，硬生生走到山下的名扬府城住了一晚。第2天上午，我换上水火不侵紫履衣和黑血踏云履，直接施展飞遁之术腾空而起。呼，九霄云端，紫衣猎猎，凭一己之力跨山越江，胸中顿生一股主宰臣服的豪迈之气。爽！等到了虚国方士，小爷非弄一把上好的灵剑不可。到时候御剑飞行，也好好过一把剑仙的瘾。然而这般自在并未持续多久，夜幕降临，我途经太平县城官道，下方忽见火光慌乱，尘土飞扬，大批百姓惊恐地向城门逃窜。细看之下，竟有一群虎豹大小、眼冒幽光的凶猛猎狗，正疯狂撕咬百姓。城墙上，守城将领面色骤变，大喝道：“不好，是妖兽侵袭！快，所有弓弩手听命，立刻放箭救人！”咻咻咻，万箭齐发，如雨般笼罩了猎狗群。可下一刻，箭矢打在猎狗身上，竟爆出点点火星。当当当，这群妖兽皮毛坚如铁石，毫发无伤，居然如此厉害！将领大惊失色，快去请白云观仙师过来斩妖！眼见凡俗兵器无效，他果断派人求援。是，参将大人。校尉不敢耽搁，转身下城请仙师去了。那一群猎狗短暂受阻后，凶性更盛，再度扑向官道上的百姓。快跑！不要吃我！不要吃我！快开城门！快把城门打开！啊！城下沦为炼狱，哭喊惨叫连连，残肢血肉满地。守城将领心如刀绞，却绝不敢开城门。眼见大群猎狗再度逼近，百姓即将丧命，一团火光忽地从天而降，轰！冲在最前方的几头猎狗瞬间陷入火海，被巨大的冲击力砸成重伤。他们惨叫着挣扎，不多时变成了焦炭。突如其来的一幕令后方猎狗惊恐止步。这些4、5级妖兽已开灵智，深知危险。将士和百姓惊愕过后，眼中涌出狂喜，一定是有仙师出手了。众人激动抬头，只见一道紫袍身影徐徐飘落，挡在百姓和猎狗之间。火光映照下，来人面容年轻俊逸，引得众人暗赞：好俊的一位小仙师。我望着这10几头猎狗，暗忖：一个族群有这么多4、5级妖兽，巢穴附近定有大片灵药，这可是一笔小横财。吼吼！猎狗们警惕低吼。我虽压制了境界，但他们本能察觉到危险。嗷呜！一声长啸如撤退信号，猎狗群齐齐转身逃窜。我自然不能放过他们。唰！我握住一把杂役弟子制式的玄铁长剑，虽非长剑，但杀狗足够了。砰！我脚下一跺，拔地而起，引得众人紧张瞩目。若放跑一只，都是极大隐患。斩！我催动瑶光5行先觉的精灵力，剑芒如瀑，化作一团烈日席卷而去。轰轰轰！剑芒爆发，10几头猎狗全部被绞杀成漫天血雾，无一生还。我虽只动用了炼气12层修为，但效果震撼全场。好厉害的小仙师，居然一个都没让跑掉。守城将领震惊咽了口唾沫。收！我落下，大袖一挥，将10几枚米粒大小的妖丹收入储物袋，随即施展御风之术，提剑向北掠去。暗处还有一头逃向巢穴的狗王，我特意留着他引路。仙师，仙师！百姓们回过神，大声呼喊致谢。我没理会，逼装完了又没报酬，还留着作甚？好一位淡泊名利的仙师，这才是我等应该敬重的榜样。守城将领满眼敬佩。这时，一位白袍老者从半空落到城楼上，看着我远去的背影，微皱眉头。走了。守城将领赶忙恭敬道：见过吕仙师。吕文秋是太平县白云观观主，
炼气12层散修。张参将，你可知刚才那位道友是什么来历？在下不知。宇文秋沉吟道，想来这位道友应该是追杀残余妖兽去了。为了以防这位道友出现什么意外，我这边过去助他一臂之力，你等便在此地妥善安置百姓。是，吕仙师。轰轰轰！太平县北面山林中，一头庞然大物仓皇逃窜。跑吧，跑得越快越好。道爷倒要看看你家里究竟能有什么好宝贝。我在后方100丈外不紧不慢地跟着，满心期待。可跟了一段距离，我神识察觉到身后有个白袍老道追了上来。炼气12层修为，啥意思？这是要摘桃子，还是要杀人夺宝？我眉头微皱，道友请留步。吕文秋远远喊道，这台词不太吉利啊。算了，还是先看看这老道士究竟要做什么吧。我果断落地，省得他一会儿扫我兴。吕文秋飘然落在近前，道友追来不知所为何事。我淡淡询问，在下吕文秋，乃这太平县白云观的观主，敢问道友如何称呼？他甩了甩拂尘，一派高人模样。在下王大彪，散修一个。我拱手道，王大彪。吕文秋微微错愕，吕道友，你貌似还没回答我的话呢。他收回思绪轻笑，在下过来只是好心提醒道友一句，再往前几十里有一头刚刚筑基的火蟒豹，道友追杀可以，但莫要太过深入，以免遇到危险。刚刚筑基的火蟒豹，嚯，这不来活了吗？我眼睛一亮。吕文秋错愕，这咋还更兴奋了？是错觉吗？王道友，你此来太平县可有别的什么事？若有需要帮忙的，或许在下能帮上一些。我心下一动，本打算去虚国京城买装备，但一路飞来深感不安。若能在这地头蛇口中探出大型方式，倒也不错。在下还真有件事可能需要道友帮忙。吕道友可知这附近哪里有大型的修仙方式？自然知晓。吕文秋笑道，在太平县东面500里便是京兆府梅县，在梅县雾山有一座大型方式，此方式规模仅次京城方式，背后是京兆府5大修仙家族所掌控。这5大修仙家族每一家都有元婴大能坐镇，也因此这雾山方式已存在上百年而不倒。雾山，我暗自记下位置，道友若是想去，在下可随时领道友前往，不敢劳烦道友，在下自行前去便是。我摇头婉拒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吕文秋点点头，并未不悦，告辞后便飞回了太平县。这老家伙走得倒是痛快，难道他真的是个好人？出于谨慎，我神识探查了1里远，本以为多想了，却发现一只青雀落在了附近树上，暗红的眼瞳死死盯着我，隐秘极好。果然，修仙界没几个好人。我内心轻叹，我一个善良的小青年，本不愿沾染血腥，可总有人要逼我出手，这万恶的世道啊，真够造孽的。我转身继续追踪狗王，为什么不干掉吕文秋？万一他有帮手，一起端了不是能拿更多储物袋？那不是大傻子吗？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也不打算动那头火蟒豹，全当做好事了。谁让我善呢？扑簌簌！吕文秋掠出林子，站在官道旁，月色下眼底闪过一抹嘲讽。一身法器的散修，不抢你抢谁？小子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太蠢了，连财不露白的道理都不懂。他取出2枚传音玉符，说了几句后注入灵力，咻咻，2道青光消失在夜空中。雾山那附近的风水宝地可不少，能埋在那里，也算你小子有福了。吕文秋冷笑一声，化作一尾白鹤飞回太平县。夜深，我循着狗王的踪迹，来到了一座幽深的山洞前。洞内传出杂乱的叫声，听得出至少还有几十头猎狗。先为民除害，然后再顺手发财。观这周围的灵气浓度，附近的灵药必然不少。这一趟算是捞着了。我眼底火热，提着玄铁剑冲进巢穴。翌日破晓，我从洞内走出，杀猎狗不到1刻钟，我只为了在里面安稳修炼一夜。至于灵药，大意了。这帮畜生真特么是畜生！老巢里一大片足以炼制2品丹药的灵草灵花，全被啃的啃，采的采，糟蹋的不成样子。难怪他们会跑去伤人，没资源了只能吃人吞噬精气。唯一走运的是，他们没毁了成就灵药的源头，一块上千年的灵乳石，内蕴磅礴灵气，价值可抵1万下品灵石，上拍卖只多不少，算是一笔横财。可我明明能赚更多啊！狗东西，道爷我以后见一只干掉一只。我愤怒地甩出一发火球术，轰隆隆，洞口崩塌，地动山摇。唰！因为那只青雀还在暗处盯着，我没敢施展飞遁暴露实力，只能施展御风之术往雾山赶去。京兆府梅县雾山方士，御风之术慢了许多，几百里路耗费了10几个时辰，好在平安无事。第2天上午我顺利抵达。雾山方士极具规模，宛如小镇，修士往来频繁，大多是炼器和筑基期，且多遮掩身形。我也早就换上了黑袍斗笠，这才迈入方士。店铺林立，地摊无数，驳杂的灵气中不乏让人心悸的波动，显然有不少隐藏修为的老阴币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上等丹药、神通功法、灵宝阵法，应有尽有了。这位道友，一看你便是真仙之姿，可要一件趁手神兵。道友别走啊，小女子真心需要一位道侣，价格好商量。一听道侣，我本能的瞥了一眼，小仙子确实水灵，可惜心胸开阔，一马平川。我遗憾收回目光，直奔方士最大最巍峨的建筑多宝楼。一进门，大厅红木柜台里琳琅满目的法器皆在中品以上。对了，就是这种高端的感觉，太对味了。这位公子，不知公子欲要买些什么宝物？一位清群侍女微笑着走来。大厅里的客人修为都不弱，甚至有筑基初期，但凡人侍女却毫不畏缩，足见多宝楼东家的底蕴。你们这里有灵气吗？我开门见山，有的。不知公子要何等品级的？对灵气可有具体要求？比如是要功法一类的，
还是侧重防御或飞盾一类的，又或是攻防兼具的？我要一柄零件。至于品级，你们这边最高的品级是几品？筑基巅峰前无法炼制本命零件，所以我不想将就。我们店内品级最高的是上品，但非是零件，零件仅有3把，皆是中品。中品正好是我现在催动的极限，上品反倒容易反噬。我能先看看那3把零件吗？可以，公子请随我上楼。来到楼上雅间，侍女让我稍后。不多时，一位锦兰长衫老者走入，毫不掩饰其筑基初期修为，在夏多宝楼管事陈元。可是道友要买灵器，正是。敢问道友如何称呼？王大彪。陈元嘴角微抽，但很快恢复和善。王道友请坐，咱们坐下详聊。他在对面坐下，拿出一个墨黑石盒，里面躺着一长一短2柄泛着幽光的中品灵剑。道友请看，此乃绿胶子母剑，乃炼器大师手笔。2剑可合可分，对敌之时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与木属性功法最为契合，主打偷袭。好东西，我心下狂赞。5行灵根可转换属性，契合度不在话下。为了砍价，我强压激动。还有吗？有。陈元又取出2个石盒，左边是一柄隐有雷光的木质灵剑，右边是一柄仿佛大理石打磨的厚重石剑。此木剑名为春雷剑，乃雷击灵木打造，一剑斩出，如施雷法，筑基中期都不敢正面抵挡。此石剑为太岳剑，乃厚土石晶打造，攻防一体，可砸人斩人，又可为盾。陈元如数家珍，我听得目光灼热，实在是太喜欢了。但要想砍价，必须不动声色。陈管事，我能试一试这3把剑吗？可以，只不过以道友的修为，若要催动中品灵剑，可能会有些吃力，道友莫要伤到自己。有了应允，我佯装全力握住春雷剑注入灵力，剑身雷光大战，威势惊人。接连试完3把，我决定全都要了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但为了不露富，我面露难色。敢问陈管事，这3把灵剑都是何价格？陈元笑道：绿胶子母剑要5万下品灵石，春雷剑和太岳剑皆是4万下品灵石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个价格已经是我能给王道友的最低价格了。13万灵石我拿不出来，但3枚筑基丹足以抵价。我先拿出1颗筑基丹，这1颗筑基丹不知陈管事觉得价值几何？筑基丹，陈元接过去一看，面露惊讶，这竟是极品筑基丹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此丹不知王道友是从何得来，意外所得。敢问陈管事可估价几何？这一枚筑基丹若放在拍卖会上，至少价值5万下品灵石。5万？陈管事确定？我眉头轻挑。王道友觉得少了，那不然我再加5000。陈元犹豫道：可以，那便这么定了。我轻轻一笑，旋即又拿出2枚筑基丹，1枚5万5，3枚便是16万5。这3把零件我都要了。然后陈管事再找我3万5千块下品灵石。走出多宝楼，我腰板挺得笔直，走路带风。储物袋里躺着3把威力惊人的中品灵剑，底气自然足。唯一遗憾的是这里没神通法术卖。好在陈元提醒，雾山上方的乾元阁有货。拾阶而上，迈入山腰的云雾中，这云雾乃阵法显化，神识仅能外放2丈，反倒让人安心。走进乾元阁大殿，视线豁然开朗，一位美貌侍女迎面走来，扬起职业微笑。这位公子可是来参加拍卖会的？我想买神通法术，你这乾元阁内可有？我开门见山，有的。本阁在售的有2门，在拍卖名录中的有1门。那我能看一眼吗？可以，但只能看一下总纲副本。侍女伸手示意，公子请这边走。来到隔绝神识的石室，没多久，一名筑基初期的管事走了进来，轻笑道：让道友久等了。在下许之行，敢问道友如何称呼？王大彪。原来是王道友当面。许之行在对面坐下，取出3份玉简，道友请看，这便是我乾元阁目前的全部神通法术，道友应当知晓，神通法术乃是修士根基，越是强大，越是轻易不外传。道友别看我乾元阁仅有3门神通法术，可这3门远不是那些大陆货能比得了的。我依次翻看，前2门九霄神雷诀与云雾千幻剑诀，分别契合雷、风翼灵根，与我5行灵根不合。第3门仙兵剑诀总算契合，此法共3式：藏剑、剑盾流光、极尽升华、自爆飞剑，威力极大，但缺点是要命的，需炼制剑丸。按总纲所说，穷尽一生也难炼出上品剑丸，完全是给氪金老量身打造的烧钱功法。但也正是如此，他才落得了低端局王者的位置，刚好适合急需武装的我。我放下玉简，面露难色。许管事，贵阁当真没有别的神通法术了吗？没有了。许之行轻叹，这年头，好的神通法术哪那么容易获取？这倒是。我斟酌片刻，那这门仙兵剑诀要多少灵石可卖？王道友若诚心想买，那便给个10万下品灵石吧。告辞。我果断起身。你当老子冤大头？兜里没矿谁练这玩意儿？许之行微愕，赶忙拦下。王道友且慢，这做买卖嘛，就是要商量着来。你若不满意价格，直说便是。我又没说不能还价，不是？许管事，我是信任你们乾元阁才过来的，你不能听我名字带彪字就当我真是彪子一个吧？10万灵石，你看我值不值10万？王道友说笑了。这样吧，5万灵石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摇了摇头，伸出5根手指。5000灵石，一般炼器期基础功法价值几块灵石，能修炼到筑基期的差不多几十。这仙兵剑诀看着是挺厉害，可实际上能不能应付金丹都是个问题。我给5000已算得上，成交。还没等我说完，许之行果断拍板，一把将完整玉简塞进我手里，诚恳道：5000灵石就这么定了。尼玛，原来你也知道这破烂没人买啊！王道友下次再来哟。伴随着许之行的亲切欢送，我黑着脸走出乾元阁，暗骂一声奸商，离开雾山方士。我打算先去桃源县斩杀血尾狼，再顺道去京城的神兵堂找人炼制剑丸。刚走出没多远，来到一处林间空地，前方赫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挡住了去路。正是前夜遇见的吕文秋，他手拿拂尘，一派高人模样，冲我和善一笑：王道友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也笑了，等了这么久，这送财老头子可算来了。原来是吕道友，
不知吕道友来此地何为？吕文秋答非所问，看王道友应当是刚从方氏出来，不知王道友可有什么收获？收获谈不上，只是买了几件灵器罢了。我将双手背在身后，神情淡然道：买了几件灵器。吕文秋嘴角抽搐，一个小散修吹这种牛逼，买大白菜呢？他哑然失笑。王道友说笑了，谁和你说笑了？我淡淡道：你觉得我是买不起，还是这雾山方是没有卖的？吕文秋动容，王道友此话莫非当真买了灵器？你猜呢？吕文秋面色冷了下来。王道友如此戏耍在下，看来王道友似乎是知晓贫道今日此来的目的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带着2个藏头露尾的帮手拦路，要不是想杀人夺宝，我真的想不出来你要做什么。你说是吗，吕道友？我似笑非笑。呵，吕文秋冷笑。王道友好警惕的心思，不曾想这都能被你给察觉到。话音刚落，一老一少从树后走出，老者炼气12层，青年炼气11层。老朽张不平见过王道友，在下程序员亦是久闻王道友大名，则都是没法器的穷散修，有点失望。不过苍蝇腿也是肉，既然都露面了，那咱们之间也别废话了，一起上吧。道爷赶时间办正事儿，没时间陪你们在这里浪费。我负手而立，神情淡然。3人皆是一怔，没瞧得起他们，有意思。吕文秋笑了，既然王道友如此自信，那我等3人也就不客气了。毕竟杀人夺宝这种事，最怕的就是夜长梦多。专业，我竖了个大拇指。吕文秋笑容微狞，面色阴沉。这王大彪怎么一点都不怕？吕道友，老朽最近偶得一件中品法器，便借王道友之手，好好试试威力。张不平轻笑，祭出一把金光大战的金剪刀。去！金剪刀化作金光掠来。吕文秋暗惊张不平竟有如此法器，可下一刻，我周身浮现一层土黄色光晕，宛若沼泽般将金剪刀困住。没想到张道友你还真是献丑了。我嘲讽一笑，探囊取物般将金剪刀收入储物袋，战利品+1。这感受到我释放出的气息，3人大惊失色。筑基初期，你前夜追杀妖兽的时候，竟也谨慎了隐藏修为。吕文秋震惊道：出门在外，安全第一，这个道理都不懂，活该你被反杀。我手掌一握，绿胶子母剑浮现，灵气还是中品灵气？你居然真的买了灵气？吕文秋懵了。吕道友，我突然想起来我娘子好像要生孩子，我便不多待了，咱们就此告辞。程序员吓出一身冷汗，转身就跑。想跑？你跑得过飞剑吗？咻！绿胶子母剑化作青光，噗的一声洞穿了程序员。他看了眼心口的血窟窿，苦涩倒地。陈道友，吕文秋心头一颤，筑基修士面前，他们毫无机会。不要杀我，王道友，我愿意将我全部身家给你，只求道友放老朽一条生路。张不平痛哭流涕的跪地磕头。我淡淡道：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杀了你，你的储物袋不一样是我的吗？剑指一点，绿胶子母剑抽出，碧光一闪，瞬间洞穿了张不平。唰！吕文秋吓破了胆，将御风之术施展到极限，疯狂逃窜。可一道青光突兀的出现在前方，他躲闪不及，竟硬生生撞了上去。噗！一剑穿心，我都愣住了。这吕道友是在帮我减少杀孽，人还怪好的嘞。怀着感恩的心，我收下3个储物袋，3发火球术毁尸灭迹，随后飞往桃源县。怕惊扰百姓，我在城外落下，进城找了家客栈清点战利品。程序员和张不平的储物袋里有些灵石、丹药、灵符和下品法器，算是小有身家。可吕文秋的储物袋却让我傻眼了，空空如也，只有一把残次半灵气法剑和一堆画符的笔墨纸砚。哎，这观主让你当的真是太失败了。我意兴阑珊地收起这些破烂，虽说落差大，但这把半灵气正好逮捕，免得中品灵剑太惹眼。笔墨纸砚以后也能用来学制服。傍晚，我来到客栈大堂点酒菜，大堂内人声鼎沸。小二，你们这里一直都这么多人吗？我好奇道。店小二摇头，只是最近听说城外有好些头厉害的狼妖出没，然后附近村子里的大户人家便都跑城内躲灾来了。好些头？我眉头微皱，任务不是说只有1头吗？那朝廷衙门没想办法应付吗？我问。店小二指了指门口，那几位都是仙师的仆人，都是跟仙师们过来杀妖的。衙门请了不少仙师过来，说是狼妖太强，人不多处理不了。这么看来，我得抓紧了，万一被人捷足先登，还得回去重接任务。可狼妖突然变多，是否有筑基期之上的也是未知。要不然晚上出去寻几个同伴。桃源县来了不少的仙门弟子，此事应该不难。我陷入沉思，斟酌一番，我决定结伴同行，好歹遇险能有个反应时间。夜色渐浓，桃源县城繁华喧嚣。吃饱喝足后，我放出神识寻找靠谱的杀妖搭子，最好是筑基初期，最差也不能低于炼气10层，否则遇险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。可走着走着，我神识忽地发现背后跟了个熟人，没想到还真打算玩麻袋套头的戏码。呵，小丫头片子，年纪不大，心还挺狠。我暗自冷笑，我不去拆穿，若非忌惮这丫头手里的保命手段，我真想杀人夺宝。可惜她毕竟是内门天才，师尊还是大能，我可不想被反杀。既然不能硬来，那就甩掉他。我果断加快脚步走向县衙。我是圣地弟子，去县衙理所当然。且神识探查到不少炼气修士也往那边走，县衙应是杀妖修士的落脚点。有那么多修士在，我不信严木林还敢动手。怎么突然加快脚步了？唐人档口，严木林余光瞥见我走快了，眉头微蹙，难道是发现我在背后跟着他？可我和他距离几十丈还远，他一个炼气期4层，怎么可能发现我的存在？看他去的方向，好像是桃源县衙那里。难道是急着询问任务情况？算了，管他呢，进去了肯定也要出来，跟上去等着便是。他打定主意，伺机教训我。县衙门口，2名捕快按刀守卫，一名炼气12层的青衣老者盘坐在明远谷旁，负责查验修士修为。我一进门，下人便恭敬迎上，见过仙师，仙师可是要在县衙落脚？我点头问，县衙内如今有多少道友在此？有20-30位吧，
不过有的出去办事了，暂时不在衙门里。那他们都是散修？不都是，还有些附近仙门的仙师，他们有的和仙师您一样年轻。我跟着下人前往后院，一路遇到几个炼气5、6层的修士，神识探查下，县衙内最高战力便是门口那炼气12层大圆满的老者，筑基期只有我一个。据下人说，最厉害的狼妖是3天前出现的，12级，相当于炼气12层。若情况不变，县衙这些修士足够对付。大部分修士都是冲着朝廷悬赏来的，毕竟时间宝贵，没好处谁肯拼命？下人带我来到一处种着桃树的清静客院，石桌旁正有2男1女饮酒。见我到来，起身招呼。一个相貌清俊的修士好奇道：“道友看着有些面生，莫非是刚来此地？”我自我介绍，在下王大彪，乃一介散修，不知3位道友如何称呼？一听散修，3人神情微动，露出了笑容。在下何修文，灵光山外门弟子。清俊修士拱手，指着另外2人介绍：“这位是我师兄陆恒，师妹陈莹，与我一样，他们也都是炼气期7层修为。2位道友有礼了。”我颔首。陈莹轻笑：“王道友此来可是有些晚了，这院内房间只剩角落那一间小的，王道友若要住在此地，恐怕要委屈道友一晚了。”不碍事，我对房间大小没什么要求。我笑道。何修文抛出橄榄枝：“明日一早，我等会在衙门捕头的领路下去往城外大青山杀妖，道友可要与我等一起进山？”虽说他们修为不符我的标准，但大青山估计也不多危险，我便点头答应。也好，3人对我的修为毫不嫌弃排斥，这反倒让我心生警惕。月上中天，各自回房。我盘腿坐在铺着被褥的木板床上，准备修炼。天赋差就得卷，不然怎求长生？取出2品培元丹，刚要吞下，院中忽传开门声，有人出来了。我神识一扫，竟发现陆恒推开了陈莹的房门。师妹，我过来了，你想我了吗？他熟练地爬上床，抱住陈莹的腰肢。你别乱来，小心让人听见。陈莹羞怯轻颤，没事，我给师弟的酒里加了料，他晚上不会醒过来的。至于那个姓王的，一个炮灰蝼蚁罢了，进山之后必死无疑，让他听见也无大碍。那也不行，师兄，我之前受的伤还没好呢，过些日子吧。原来是想让我进山当炮灰，我说怎么进来之后态度那般和善，有意思。我心下冷笑，修仙界算计多，我虽保有原则不主动杀人夺宝，但既然有人主动送死，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我绝不拒绝。翌日破晓，县衙对面的泥泞巷子里，严木林咬牙切齿地盯着大门，等了一夜不见我出来，这让身为天骄的他怒火中烧。好你个秦凡，你不出来是吧？那我现在就去城外杀光血尾狼，然后提前在回城路上等着，我就不信姑奶奶蹲不到你。县衙后院，桃花落了些许，吃过公家准备的早饭已进正午。何修文来敲门喊我出发，众修士在捕头和官兵带领下前往大青山，多亏了青衣老者坐镇，才镇得住这些仙师。衙门的人带路只是为了县令的命令，疏散百姓防误伤。这县太爷倒算是个好官。大青山绵延数百里，常年雾锁，此地盛产凡人补药，故桃源县有多寿县之称。我探查后暗存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以前的大青山灵气稀薄，可现在却灵气氤氲，没意外的话，这山里应是有灵药成熟了，难怪狼妖激增。站在山下，青衣老者扫视众人道：“诸位，那头12级狼妖先前被我打伤逃入此山，但此妖铜皮铁骨，力量极大，还懂得妖法。你等若遇见了，切莫轻敌大意，若自觉不是对手，可用火法提醒。大家明白，这山里也就这头狼妖值得警惕。王道友，进山之后，以防有什么意外，你切莫离我等太远。”何修文提醒道：“我知道。”我点点头。青衣老者和那中年黑衣修士自是修为高深，各自施展手段，转瞬引入山林。其余修士则老老实实结伴而行。咱们也走吧。何修文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带头跟上队伍。我眉头微动，低头看了一眼被拍过的地方，心下冷笑，往我身上蹭了什么东西？那药粉无色无味，若非我神识敏锐，还真发现不了。一进大青山，光线瞬间暗下，咻！一条微毒的绿兽蛇突然从路边窜出偷袭，被我双指夹住。前面过去那么多人不咬，偏偏咬我。显然是何修文抹的药粉在作祟。王道友倒是警觉，此蛇竟连我都没能察觉到。陆恒诧异道：“可能是陆道友昨夜没睡好吧？”我淡淡回敬。陆恒笑容一僵，眼底闪过一丝阴鸷：“师兄，我看咱们还是加快些脚步吧，前方的人已经快看不见了。”何修文提醒。陆恒点头。可3人嘴上说着追赶，脚下却依旧不紧不慢，没多久便彻底掉了队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走了1个多时辰，前方山坡上忽现一道模糊身影，闭目幽瞳，有动静。何修文抬手示意停下，并暗示陆恒和陈莹拉开距离。我一步步挪动，早就发现了那头4级血尾狼，只是不动声色。砰！血尾狼按捺不住，凶狠地朝我扑来。眼见我要遇袭，何修文3人非但不慌，反露喜色。药粉果然奏效了，不知死活。我淡然开口，剑指一点，一道金光扑地穿透了血尾狼的头颅，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狼眼圆瞪。何修文3人错愕，好快的反应，这位道友未免也太稳吧？虽说不至于被秒杀，但这反杀也太轻松了。3位道友，你等怎么离我如此之远？我挖出腰单，收起金剪刀，意味深长地看向他们。3人一怔，陆恒干笑，只是刚才有些事要谈，故而才离道友远了一些。谈事？什么事？不知能否与在下说一说？这恐怕不行，此事乃是我宗门机密，所以……陆恒抱歉道。机密？我讥讽一笑，灵光山好歹也是仙门大派，3位道友所说的机密，应该不是只让在下做饵，好引妖兽前来吧？被戳破谋划，3人齐齐变色，眼中浮现寒意。你都猜到了？陆恒眯起眼睛，不得不说，何道友先前拍我肩膀那一下，力道着实有些重了。我负手而立，语带嘲讽。何修文皱眉，你既已有所察觉，又为何要跟我等进山？你猜呢？难道你有所依仗？何修文狐疑道，也可能是隐藏了境界，你觉得呢？他脸色微变，随即笑道：
来大青山杀妖，你就算隐藏了境界又如何？你总不可能是筑基期修士吧？哪位筑基期修士会浪费时间过来这里？他认定我是故布疑阵，我若没猜错的话，你应当是才反应过来。陆恒也嘲讽道：“你说这些，无外乎就是想让我等鸡蛋。只可惜啊，你太低估我等了。我们可没你想的那么愚蠢。”我哑然失笑，自作聪明真是害人害己。师兄，我看还是别和他废话了，教训他一下，让他知道他的小命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上。陈英不耐烦道。陆恒递了个眼神，何修文祭出一捆泛着淡绿光晕的绳索，那便我来吧。王道友，我不愿出手欺人，你若肯乖乖听我等的话，我可以放你一马，你觉得如何？你倒是好大的口气。我淡淡道，区区炼气7层罢了，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不成？不知死活。何修文阴沉下脸，催动绳索，嗖，青灵索如蛟龙般朝我捆来。上品法器，不错，桃源县没白来。收了，我将气息提升至炼气12层大圆满，施展水遁挡住绳索，战利品+1。我微微一笑，伸手抓住青灵索，我的青灵索。何修文大惊失色，你居然是炼气12层大圆满，早说了隐藏修为，你又不相信。我收起青灵索讥讽道，你若还有手段，可以尽管使出来，我倒想看看灵光山弟子有多厉害。陆恒和陈莹也满脸震惊，但陆恒很快冷哼，炼气12层又如何？只要你不是筑基期，一样要死。唰，他取出一枚流光溢彩的火红玉符，一把捏碎，熊熊火焰化作蛟龙，咆哮着冲向我。中品灵符，我瞳孔微缩，这可是蕴含筑基期力量、价值上万灵石的保命底牌，难怪他们敢拿我做饵，原来是有超能力。这姓陆的储物袋里宝贝绝对不少，去死吧！陆恒狞笑，火球术，我甩出一发宛如烈日的巨大火球，只听轰的一声，火胶支离破碎，热浪清空了几十丈内的雾气。陆恒三人瞪大眼睛，满眼惊骇。此时我显露出的气息，赫然是筑基初期，这不可能！陆恒眼睛通红，无法接受，你一个筑基期修士，怎么会来大青山这里？这特么的不合理！谁说大佬不能来新手村虐菜？我淡淡道，只能说你们是恶人自有天收。你等若不动歪心思，我也懒得对你们出手。说罢，我剑指一点，金剪刀一分为二，化作2道金光杀向陆恒和何修文。火焰盾！陆恒大惊，急忙祭出一件流淌着熔岩的上品防御法器。当当当，金剪刀数次冲击，巨大的力量震得陆恒连连后退，最终一刀封喉，滚烫血线飙射，他双眼圆睁，死不瞑目地倒在血泊中。好宝贝啊！我盯着地上的火焰盾，眼前一亮，这上品防御法器足可媲美极品杀伐法器。噗！何修文仅有中品法剑，完全挡不住金剪刀，当场被贯穿心口，生机全无。扑通！陈莹吓得瘫倒在地，俏脸煞白。前一刻还有说有笑的师兄，转眼成了2具死尸。我将散落的法器收入储物袋，眸光淡漠地看向他。别杀我！陈莹惊恐地爬到我腿边，连连恳求：“只要前辈不杀我，奴家愿为前辈当牛做马。前辈想怎么样都可以，奴家会的可多了。”我斜视着他，淡淡道：“听到有这番话，莫非是想要自荐枕席吗？”陈莹眼底闪过喜色，羞涩红脸道：“若前辈想要，那奴家现在便可以。”是，金光瞬间划过他的咽喉。陈莹瞪大眼睛，满是不可思议。抱歉，我对捡破烂没什么兴趣。我冷漠道了一句，灵力一阵将他弹飞，顺手将3人的储物袋摄入手中，神识一扫，里面琳琅满目的资源和神通法术让我不禁挑眉。姓陆的小子铁定仙2代无疑，不错，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我笑眯成月牙眼，毫不客气地收起战利品。3发火球术毁尸灭迹后，我换了件普通青衫，紫履衣上沾了引兽药粉，再穿下去麻烦不断。我可不想浪费宝贵的寻药时间。东面的木灵气格外浓郁，想来灵药应该就长在那里，过去看看。普通的妖丹已没吸引力，但这种灵气孕育出的灵药必定非同小可。与此同时，大青山深处，青衣老者陈飞奇刚用锋刃斩杀了一头偷袭的猛虎，忽地望向东边，好大的动静！如此惊人的灵气，难道是有珍稀灵药成熟了？他立刻御风掠去，来到一处开阔地，只见幽寒洞府外仅剩几头血尾狼，以及一株结着绿藻般灵果的翠绿果树。这是500年开花、500年结果的清玄玉果，这可是能炼制3品丹药的灵果啊！这大青山里竟还有这般宝贝，难道这是老天爷送老夫的一场造化？寿元将近的陈飞奇狂喜不已。好，天欲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这清玄玉果，我陈飞奇便不客气的笑纳。面对阻拦的血尾狼，他杀意一闪，找死！数张下品灵符砸出，将几头狼妖炸得焦黑濒死。他呼吸沉重的伸手探向灵果，清玄玉果，它是我的了。可余光一瞥，他发现旁边的枝丫上竟有果子被摘取过的痕迹。就在他错愕之际，洞府内传出一声惊天狼吼，轰！一头如小山般的血尾狼携狂风冲出，压迫感惊人。陈飞奇瞬间红了眼，疯狂逃窜。他全明白了，这畜生吞了未成熟的清玄玉果，强行筑基。轰！阴云笼罩，筑基期血尾狼4蹄腾飞，速度远超炼气期。完了！陈飞奇心如死灰。砰！血尾狼如流星坠落，重重将他碾入林间。咔嚓咔嚓，骨裂声不绝于耳。陈飞奇化作一滩血肉模糊的烂泥，奄奄一息。他艰难睁眼，向林间靠近的一个黑影求救，可那人却转身就跑，最后的希望破灭了。救我！他绝望闭眼。血尾狼以高傲的胜利者姿态睥睨着他，人类，你可以去死了。可就在利爪将要踏下时，恰好赶到此处的我发出了诧异的声音：筑基初期血尾狼，清玄玉果，陈道友，好家伙，此地竟有如此多的宝贝，这下不是又要发财了吗？昏迷的最后一刻，陈飞奇微微怔了怔，清玄玉果和血尾狼是宝贝，他这个老人家算什么宝贝？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什么人？血尾狼猛地转头，满眼警惕地盯着我。我虽年轻，
却给他极度危险的气息。果真是筑基期修为，看样子你是摘了清玄玉果刚刚突破。我好奇地打量着他，气息不稳，定是那头被打伤的12级狼妖。小子，你究竟是谁？血尾狼愈发不安。你猜呢？我淡淡问道。你是在小看本王？血尾狼眼底浮现怒火。我顿时嗤笑出声，就你个小血尾狼，也敢自称本王？妖族里边，狼妖血脉比你强的应该不少吧？你也不怕被狼笑掉大牙？血尾狼怒极狂吼，一股裹着恶咸的腥风猛袭而来。我面色微变，急忙撑开土黄色护体屏障挡住恶风。还好，倒爷差点就不干净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反应够快，没被口水溅到，想想都恶心。毕竟鬼知道这畜生多少年没刷牙了，陈年老口气吸个满肺，那可是真会熏死人的。好个人族的修士，你成功激怒本王了，本王现在就吃了你！血尾狼仿佛受到了天大的羞辱，怒吼一声，冲向了我。轰！速度之快，竟出现了阴障，还真有两下子。我微微诧异，果断取出青灵锁。这上品法器对付一头刚突破的狼妖绰绰有余。嗖！青灵锁化作一道青色匹链，洞穿虚空，以刁钻的角度欲将其捆绑。好厉害的法器，给本王滚开！血尾狼大惊，血尾连连甩出灵力，强大的冲击力将青灵锁打退。砰！血尾狼重重落地，随后青光覆盖大地。天赋神通缠绕，他一声低吼，草木藤蔓如活物般翻滚，轰的一声齐齐破土朝我冲来。四面八方皆是，无处可逃。这血尾狼居然觉醒了天赋神通，莫非血脉还真有些不同？我颇感意外，本以为他只会诸突猛进，没想到还会法术。嗖，藤蔓眨眼间形成牢笼，将我困在其中。我丝毫不慌，雕虫小技罢了。剑指一点，金剪刀化作2道金色玄光，切碎草木牢笼。我跃出包围，操控2件法器杀向血尾狼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同时打出数发火球术，轰！眨眼间下方化作火海，藤蔓悉数烧成灰烬。好厉害的修士！血尾狼大惊失色，转身便逃，想跑。我心念一动，半灵气水寒剑悬浮身前，注入水灵力后，化作一道幽蓝寒光，流星般刺去。不好！身后寒气袭来，血尾狼骇然回头，天赋神通木盾，他急忙施法。浓厚的木灵力化作光盾，轰！水寒剑以不可匹敌之势击碎光盾，噗的一声穿透了血尾狼的头颅，巨大的身躯无力坠落，砸出一个浅坑。我收回法器，欲使金剪刀挖出妖丹，指甲大小的妖丹浑圆清透，木灵气极为浓郁，又是一炉2品丹药到手了。亲手杀妖取丹，果然更有成就感。这筑基期血尾狼的皮毛也是不错的炼器材料，不可浪费。我拿出一个空储物袋，将狼尸整个装了进去，顺带用金剪刀摘了清玄玉果。做完这些，我看向坑里的陈飞奇，本想出于人道主义救一下，可惜人已经彻底凉透了。哎，陈道友死在杀妖的道路上，实在是我辈楷模啊！我飘到坑内，敬佩地取下他的储物袋。陈道友放心去吧，你的遗志在下全都继承了，以后秦某定与妖族势不两立。说罢，我掌心窜出一团火焰，正准备让他走得体面些，神识却发现洞府内有人掠出。我微微一怔，捏碎火焰，压下境界，看向入口。咻！一个黄裙少女欲使飞舟冲出，水蓝灵光映照下，娇颜写满紧张与警惕。她环视四周，目光猛地一僵，惊愕道：“怎么是你？那位前辈呢？”我眼神怪异，你问我之前是不是先解释一下自己的情况？你怎么会从血尾狼的洞府跑出来？严木林眸光躲闪，心虚道：“自然是为了杀妖。”杀妖？我疑惑不解，你杀的是哪里的妖？这满地狼尸哪一头跟他有关？自然是这洞府里的妖，只不过就是杀妖的时候出了些意外而已。什么意外？他恼羞成怒，瞪着我：“你哪来那么多话？我和你很熟吗？问来问去的，你以为你还是我？”话音未落，他余光瞥见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俏脸发白。那不是县衙门口的那位道友？他这是死了？炼气11层的温室花朵显然没见过这般血腥的场面。是啊，陈道友为杀妖而死，死得其所，实乃我辈修士楷模。我惋惜道。严木林紧抿嘴唇，似是无法接受。见他道心不稳，我不免化身长辈，大谈道理。这修仙一道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在踏上仙途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等修士便已经游离在鬼门关的边缘。争抢2字贯穿始终，今日我杀你，明日他杀我。听起来残酷，可这就是现实。像陈道友这般能死在为民杀妖的路上，已比大多数人都幸运了。怎么说也能留下个好名声，被百姓铭记，说不准还能受些香火。有更多的修士连个全尸都留不下，默默无闻地消失在了这方天地。若无法适应，无法接受这些，纵使天赋再好，也难有成就，因为你没有一颗坚定的道心，最终只能落个黄土一捧的下场。所以我话语微顿，抬头望向九霄，仿佛与自己对话般轻声道：“我到迷间，无论如何我都要修得长生，哪怕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活下去。”说罢，我见他沉默不语，心念一转，悄然转身离去。装完逼就跑，真刺激！修仙文不是白看的。没走多远，严木林忽然反应过来，不对啊，你和我一起进的圣地，也是一起出来杀妖，你何时懂得这么多的？而且还教训起我来了。我回身淡淡道：“某位执事师兄说过，我便学了一些。”严木林恍然，冷笑道：“原来是鹦鹉学舌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说的有模有样的？你老实说，究竟用我姐姐的旗号在外门骗了多少资源？”我懵了，啥意思？我什么时候骗资源了？不承认？就你的垃圾天赋，若不狐假虎威，你如何能认识执事师兄？又如何能这么快修炼到炼气期4层？自然是因为实力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他嗤笑一声，就凭你也配谈实力？如何不配？还在这里嘴硬？严木林冷笑：“那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秦凡究竟有什么实力。”我脸色瞬间阴沉，泥人也有3分火气。若他执意动手，我不介意暴露修为，甚至是杀人灭口。他身上必有护身法宝，所以才能在狼妖洞府内存活。但那宝物估计防御有余，杀伤不足，否则血尾狼根本没机会突破。若真生死相搏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呼！严木林飘然落地，距我10丈，你待如何？我眯起双眼，
给你2个选择。严木林冷冷道：第一个选择，主动离开圣地；第二个选择，让我揍一顿，关在县城客栈2个月，然后任务失败，去矿场做工1年。顺便提醒你一下，你要去的矿场，若运气不好的话，那可真是会累死人的。威胁之意毫不掩饰。哼，真是又当又立。我冷笑，你若真想让我消失，又何必费力气关我？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，那岂不是更直接吗？我和姐姐没想杀你，你也不配让我们杀。是不想，还是因为那可笑的自命清高在作祟？严木林面色阴沉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你以为我在害你，但其实我是在救你。以你的天赋，修仙一途你根本走不远。这方天地能杀你的人太多太多，我能走多远那是我的事。你姐妹俩不外乎是怕我玷污了你们的名声。可我告诉你，我不屑和你们有任何关系。等下次离开圣地，我会亲自登门退婚，到时候秦严2家将再无瓜葛。我目光灼灼，掷地有声。严木林面色微变，随即笑道：誓言是最无力的东西，大话谁都会说。你要真有志气，那便现在离开圣地，或许我会高看你一眼。若不然，在我看来，你这不过是以退为进，想继续赖着罢了。想让我离开，除非你杀了我。不自量力，他怒火中烧，摸出一张湛蓝灵符，刚要出手，却忽然警惕地看向树林。有人过来了，我早有察觉，戏谑道：此地这么大的动静，你觉得过来的人会少吗？顺便提醒你一句，星玄玉果树就在洞府门口，可现在2颗灵果都不见了，你说说，这过来的修士会如何想？怕不是会当场对你我出手？你觉得呢？严木林脸色阴晴不定，片刻后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算你运气好。他收回灵符，御史灵舟降在脚边，上来，啥意思？我愣了。跑路带我干嘛？本想打你一顿出气，但现在没时间，便暂时放过你。可这2个月的客栈，你是非住不可。我无奈提醒，2个人一起跑路，不是一般的消耗灵力，你跑不快的。无碍，我这艘灵舟有灵石核心，是我师尊帮我重新炼制改造的。行，你有后台，你清高。我无奈飘上灵舟，给他腾了点地方。你小时候可比现在可爱多了。严木林神色一僵，冷哼道：那是我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少说废话。他跃上灵舟，不再废话，注入灵力，咻！灵舟化作流光冲向天际，这速度比云容师姐的清风舟快多了。可刚飞没多久，后方就有一名炼气12层大圆满的修士御舟追来。那人不是陈飞奇，显然也是个隐藏修为的老六。那个，其实你可以把我放下来的，这样他肯定追不上你。我好心提醒，你在教我做事。严木林斜了我一眼，好言难劝该死鬼，爱咋咋地。1个时辰后，严木林在云端绕来绕去，速度不减。后方追赶的修士脸都绿了。严木林这改装车有灵石核心，只要灵石够就能一直飞。那散修可吃不消，灵力快被榨干了，只能减速远远跟着。严木林见状，果断将灵力催动到极限，嗖，灵舟化作流星，几个呼吸便将那人甩得连尾灯都看不见。黄昏，桃源县淮河桥边一间酒楼客栈，掌柜的，给我开间房，我朋友要住2个月。严木林将2锭银子拍在柜台上，老掌柜乐开了花，亲自将我们领进天字1号房。你可以出去了，没我的招呼，别让外人靠近这间客房。严木林吩咐。老掌柜一愣，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猴急吗？房门关上，严木林看了眼红木床，对我道：到床上去。噗，我一口水喷出。他俏脸一黑，没好气道：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是让你到床上坐着，我可没闲工夫陪你在这等。我给你弄个阵法，困你2个月，2个月之后我再来找你。这一瓶是辟谷丹，够你吃上半年的。我擦了擦嘴角，疑惑道：困我2个月，你给我半年的量是什么意思？我可能会忘。严木林抬手祭出4杆杏黄阵旗，落在床边4角，砰砰砰，阵旗迸射玄光，化作一层土黄光盾，将大床完全隔绝。有后台就是阔绰，这阵法价值不菲，可惜布阵者修为太低。这是我师尊赠我的2品封山阵，就算炼气12层大圆满也破不掉。你在此地安心待上2月，尽量少做无谓挣扎，免得伤了自己。我点了点头。他见我毫无怒意，皱眉道：你不想骂人吗？我困住你，你不该愤怒吗？我哑然轻叹，愤怒有什么用？又打不过你，大不了2个月之后就去矿场待1年呗。严木林面色阴沉，以为我冥顽不灵，冷声道：我看你真是没救了，怕被我气失态。他转身甩门离开。我展开神识，直到确认他御舟走远，这才看向阵法光幕。既然炼气12层大圆满破不了，那筑基初期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仔细观察，未见薄弱之处，便直接动手。水寒剑浮现，剑指一点，轰然刺向光幕，轰轰轰，剑身爆发强横灵力，床边凝结出霜花。这阵法确实稳固，但也有松动迹象。我眸光一闪，倾注全部灵力，咔嚓咔嚓，光幕裂纹蔓延，随后轰得爆碎，化作荧光消逝。这封山阵的确不俗，只不过他现在是道爷的了。我大袖一挥，射过4杆阵旗，笑容满面。有了此物，遇见筑基中期也不必太忌惮了。稍作摸索，便将其收入储物袋。我推开窗户，夜幕降临，繁华尽收眼底，但我无心观赏。炼制剑丸耗时良久，得早去京城。我取出水寒剑，试着御剑飞行，嗖，人剑合一，化作湛蓝流光直冲九霄，遁速比飞遁快了数倍，爽！我畅快大喊。深夜，虚国京城，我降落在阳平坊无人巷，压制境界至炼气12层，走向对面的神兵堂。传闻这里有皇室背景，无人敢闹事。一进门，火气扑面，打铁声不绝于耳。这位公子可是要买些趁手的法器。一个健硕伙计走来，我想炼制一件特殊的灵器。伙计有些诧异，没想到来了个大客户。那不知公子要炼制何等品级的灵器？上品吧。伙计惊讶，这上品灵器的御史对修为可是？我这件灵器是辅助类的，对修为要求不高，如剑丸这般辅助类灵器对修为没限制。伙计恍然，我神兵堂的炼器大师的确能炼制上品灵器，只不过这个费用非同小可，可能需要公子有个心理准备，或许要100万下品灵石左右，也不排除可能会更多。没问题。伙计肃然起敬，公子这边请。翌日破晓，
付了10枚筑基丹和1头血尾狼做定金后，我御剑回圣地，剑完炼制最快也要8个月，不能干耗着。2天后，我低调回宗，交了任务，再次回到心爱的废丹房。听着地火噼啪作响，我紧绷的心弦终于松了下来，瘫在藤椅上如释重负。试问丹房因不好，却道此心安处是无香，还是这小破房舒服？这次出门收获颇丰，我想起陆恒的储物袋里有一卷玉简，名为神火分影术，这门神通颇为不俗，需融合天地灵火凝练出9变真火。对敌时能幻化9道分身，每道分身拥有本尊1/9的灵力威能，可迷惑可攻击。在剑完炼成前，正好填补我神通的空缺。只是这天地灵火不太好搞，我忽地瞥向火坑，地心火也是天地灵火啊，虽排名垫底，但筑基巅峰都扛不住一时半刻，威力绝不可小觑。不然就用这地心火试一试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强行炼化太过凶险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我找出爆灵丹废丹炼了一炉，又备好菩提丹增强专注，开始了。吞下爆灵丹，灵力轰然暴涨，五色轮转如万马奔腾，经脉阵阵刺痛。我强忍不适，五色大手印探入火坑，抓取地心火焰花，收。火花在掌心灵动跳跃，我吞下菩提丹，面不改色地将地心火吞入腹中，炽热、灼烧、刺痛，入体刹那，我深感其恐怖。所幸爆灵丹药力磅礴，死死镇压住了灵火。随后，我抽离4种灵力，扩大保护圈，仅以火灵力如铁锤般连绵捶打灵火，剔除杂质。5行灵根虽修炼慢，但灵力远超常人，炼化过程安全许多。单灵根之所以吃香，就是因为修炼专一，而多灵根必须时刻压制剔除驳杂灵气，容易反噬。炼化持续了3天，第4天傍晚，我终于修成了9变真火，一团白色精纯火焰如暖阳般悬浮丹田，终于成功了。我心念一动，9道大致轮廓的火焰身影环绕火坑盘坐。以我目前的修为，全招出来只能撑半刻钟，招一个则持久许多，也不知这神火分身力量如何。正要尝试，爆灵丹的副作用如潮水般涌来，我痛得脸色煞白，急忙收回分身，吞下疗伤丹药，剧痛稍减却无法根除。我无力地倒在藤椅上，还是低估了爆灵丹的副作用，看来要好好休养几天了。这几天我病恹恹的，送废丹的弟子以为我中了火毒，快挂了。老孟得知后，当晚提着果篮慌张来探望，我心下微暖，这扒皮老孟还算有人情味。咔嚓，老孟拿起果篮里的梨啃了一口，早让你去外门，你非是不听，现在好了，要玩完了吧？连累我还要临时找人顶你位置，真是造孽。不过算了，谁让我是外门执事呢？另外看在你我师兄弟一场的份上，你的后事我可以帮你处理了，而且也可以给你打个友情折扣，9.5折，你看怎么样？当然了，你要有遗产交给我，那打5折也没关系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脸一黑，咬牙切齿，我觉得你要是再说下去，我会很想给你打个骨折，你看行不行？孟执事，我只是病了，可还没到要死的那一步呢。没要死？老孟遗憾叹气，那真是可惜了，我想打人。行了，既然你没事了，那我也就不多留了，你这破地方太脏，真不是人待的。老孟提着果篮拍拍屁股要走，合着你空手来的？对了，太虚幻境又要开启了，你现在实力不错，有时间也可以进去玩玩。临走前他提醒道。太虚幻境，我神色微动，最近太忙把这茬给忘了。那是圣地内一座仙人布置的幻境大阵，老孟曾给我们介绍过。这太虚幻境每年开启一次，既是为了弟子历练，也是对实力不错的弟子的一次奖励。只要有弟子令牌，哪怕是杂役，也能凭空进入幻境，生成专属的洞天世界。里面有与你修为等同的灵力妖兽，杀得越多，回馈灵气越多。若能在杀妖榜前10名列前茅，便可获得灵气冠体奖励，排名越高时间越长，第10名2息，第1名20息，对突破瓶颈有着惊人奇效。这幻境绝对公平，无法隐藏实力，妖兽必定与你修为相等。为了防止同门嫉恨，还能使用化名。太虚幻境每次只开启半月时间，错过了就要等1年之后。如今我处在筑基初期，若能得到灵气冠体，修为势必会有不小的提升，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。我握紧令牌打定主意，只是不能以杂役身份进去，否则暴露修为必惊动高层，只能指望这块外门候选的牌子了。那这么一来，现在就得多弄些补身体的丹药，好加快恢复进程。尽管我已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但为了太虚幻境，这冤枉钱也得花。羽化峰，岩木雪洞府，岩木林手持上品法剑，剑锋呼啸，在院内留下道道残影。岩木雪颇为无奈，明明你也有院子，为何非要在我这里练剑？弄完了我还要收拾。岩木林收剑嘿嘿一笑，元英姐姐你不是说了吗？反正你修为高，收拾起来比我快，就当帮我省下修炼时间了。岩木雪轻叹，我就知道是这样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谁让你是我的好姐姐呢？好姐姐，你觉得我在外门杀妖榜上能不能拿个第一？岩木林亲昵地抱着她胳膊，你本身是内门弟子，又有一位大能师尊做靠山，法宝众多，修习的法术也非寻常。境界虽说弱了些，可排行榜不看境界，只看所杀同境界妖兽多少。以你的综合实力来判断，外门之内同境界战力应该没有人能比你更强，拿个第一应当问题不大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岩木林颇为自信，若能得到20呼吸的灵气冠体，到时候我一定可以突破到筑基期。岩木雪摇头提醒，你这丫头做事总是这般好高骛远，灵气冠体没你想的那般好。虽说修为提升的快速，可根基会不稳，难以掌控力量。若在此时选择突破，有很大可能会出现灵力暴动，以致丹田受损。我师尊亲口说的，如何能够有假？岩木林脸色一白，这真的能有这么严重吗？那我还是等些日子稳一稳再突破吧。正说着，一道冰蓝传音玉符穿透阵法飞到岩木雪面前。岩木林惊疑，姐姐，这不是你的传音玉符吗？你除了给我，何时还给了别的人？岩木雪眼底闪过一丝阴沉，收起玉符平静道，是江师兄，我先前有些事要找他帮忙，于是便给了他几枚。你在此地继续修炼吧，我现在去他那里一趟。5日后，废丹房，仙钟敲响，
太虚幻境正式开启，只要注入灵力，令牌便能打开幻境通道。若遇险或待满半月，便可安全传送而出。我紧张地握着外门候选令牌，这外门候选弟子令牌既然可以接外门任务，想来已和圣地内所有阵法都有联系。若没意外的话，这令牌应当可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注入5色灵力，轰！令牌射出一道紫光，前方空间裂痕蔓延，随后轰的一声塌陷，露出一层波纹水幕。成了！我眼前一亮。为了防备偷袭，我取出水寒剑，并驾驭火焰盾撑开赤红光幕护体，准备妥当。我一步踏入水幕，唰！白光闪烁，眼前景象清晰后，我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云雾缭绕的峰顶崖边，下方灵海无垠。这方天地的灵气其实比圣地内要稍差一些，我心中有数。好在培元丹管够，陆恒那几千灵石也足够布个小聚灵阵了。1刻钟已过，妖兽还未出现，恐怕是距离此地较远。神识铺开，方圆1里毫无动静。我取出令牌，用神识探入，先取了个道爷的画面。排行榜上，外门10万弟子并未全进，我的名字垫底。这第一的木灵居然已经杀了3头炼气71层的妖兽，这是谁的弟子？竟如此厉害！我大吃一惊，幻境才开不到3个时辰，这就杀了3头。等等，木灵这名字好耳熟，难不成是严木灵那小丫头？难道是为了灵气灌体，所以找了关系破例入外门杀妖吧？我皱起眉头，一个大能亲传的内门弟子跑来外门混排名，这不是妥妥的作弊降维打击吗？轰！正猜测间，远处传来剧烈撞击声，我收回神识望去，只见下方灵海中一头庞然大物正横冲直撞，那是一头筑基初期的玄水蟒，长10数丈，粗如成人腰身，鳞片尖如黑岩，土黄色的树瞳闪烁着嗜血红光。轰！它弹起化作流星直冲峰顶，后血盆大口张开，毒牙寒光闪烁，一股恶风扑面。我脸色微变，这幻境也太逼真了吧，连口臭都一并幻化。嗖！我迅速后撤，催动火焰盾光幕大战。砰！玄水蟒重重撞在光幕上，将我瞬间撞飞。好在火焰盾够硬，我毫发无伤，反倒把玄水蟒撞得七荤八素。后它凶威更盛，獠牙后竟酝酿起冰蓝寒光，冰属性一种。我有些惊讶，可惜这是灵力幻化，不然妖丹妖躯能卖个好价钱。轰！冰霜洪流喷出，寒气逼人，峰顶竟飘起雪花。火焰盾